90岁的将军刚刚战死沙场，不料家中却被10万禁军层层包围，女帝更是连下12道金牌，要毒死我这个唯一的遗物。眼看2名端着毒酒的禁军大步朝我走来，我却跪在原地仰天大笑，因为就在刚才接旨的同时，我便觉醒了造反系统，只要签到就可召唤1名半圣护卫，若是斩杀朝廷大将，毁坏皇朝根基，更是能获得10万龙骑军。望着我那一脸嚣张的表情，老太监瞬间怒发冲冠，真是跟你爹一样的硬骨头，没那老东西，你连狗都不如。说着便让2名士兵撬开我的嘴，准备强行硬灌。危急关头，我脑海中再次传来了那冰冷的机械声：恭喜宿主获得半圣护卫，许褚。话音刚落，就见1名膀大腰圆的悍将猛地从我身后跳了出来，同时一声暴喝响彻天际：鼠辈，安敢犯我主上！一刹那，只见那2名撬我嘴的士兵瞬间就被震成了血雾，而距离稍远的20名士兵更是口吐鲜血，随后便是倒地不起。老太监见状，顿时心头巨震，这股强大的气势，必是半圣无疑。要知道，在这个5帝绝技5圣更是凤毛麟角的时代，半圣就是这片大陆的顶尖存在。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下一秒老太监竟又嚣张了起来，因为这次为了能把镇北王府斩草除根，女帝还专门留下了一批引龙卫当后手，而引龙卫乃是大周皇室的专属护卫，且个个都是杀人如麻的顶尖高手，实力最差的也都是5王境之上。随着老太监一声令下，顷刻间就见虚空中浮现出了10几个黑影，仿佛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转眼间就一齐朝着我狠狠扑来。即便是见到我身旁的半圣境、许褚，他们也丝毫不惧。找死！许褚见状，眼中寒光一闪，接着手中骤然出现了一把锋芒长刀，随后直奔一众引龙卫疯狂杀去，伴随着几声痛苦的哀嚎，那10多个引龙卫就被齐刷刷的腰斩，脏器更是散落一地。待解决了这些杂鱼之后，许褚并没有一刀结果了老太监，而是大踏步走到了我面前，接着单膝跪地，脸上还带着一丝狂热的忠诚道：主上受惊了。我则是把他扶起来，平静道：许将军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与此同时，一旁的老太监也是两腿发软，一股腥味的液体更是如画地图般的在裤子上展开。虽说他已是恐惧到了极致，但还是强压下害怕，冲我吼道：反了反了！卢渊，你当真是要抗旨不遵吗？城外还有我带来的10万禁卫军团，很快他们的铁骑就会踏破整个王府。好家伙，这女帝周玲珑为了拿下自己，竟然连拱卫京都、长安的禁卫军都带来。看来这女帝忌惮家父功高震主，竟到了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既然决定反了，那就直接一条路走到黑。想到这里，我便向许褚命令道：杀了老太监。闻言，老太监正想求饶时，就见明晃晃的白刃已是朝着他的脖颈上砍去。宿主斩杀20位武王境、5位武皇、2位武宗，获得27万5千气运之奖励。宿主专属军团10万大雪龙旗，现已自动投放到城外。闻言，我忍不住仰天长啸。听闻广陵不知寒，大雪龙旗下江南。前世这支传说中的龙骑军，乃是战无不胜的天下第一骑军，这正好填补了我造反无兵的困境。正当我想要前去一睹大军的风采时，不料却被王府门前满地的碎尸给恶心到。于是我便不禁皱眉道：许将军，下次拔刀时注意一下，不要再把场面弄得这么血腥了。我这里好歹也是镇北王府，以后要怎么招待客人呢？遵命。闻言，一旁的许褚随即拭去大刀上的鲜血，接着挠头憨厚一笑，而这副憨厚的样子，完全不像刚刚杀神将士的模样。对了，主上，那老太监刚说城外还有10万禁卫军。说话期间，只见许褚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忧虑。虽说他为半圣，但面对10万大军，却仍有些力不从心。我则是一脸平静如水道：这10万禁卫军团来得正好，正好给大雪龙骑军练手。另一边，豫北城外，10万皇家禁卫军已是安营扎寨，可一众统帅们却不是在探讨军情，而是在帐内抱着美姬喝酒跳舞。因为在他们看来，老太监宣读圣旨后，我这个废物就会当场自尽，他们前来协助，简直就是白捡功劳。主帅李维明脸上更是藏不住的狂笑，因为所谓镇压镇北王府搜刮的那些油水，他根本看不上。相反的，最令他狂喜的是，女帝已经下令让他顺带接管北域，暂时代管北域各种事宜。既如此，下一个镇北王就非他莫属。殊不知，危险正在慢慢逼近。就在众人饮酒作乐之际，一名将领却忽然发现自己的酒杯里竟凭空产生了一圈的波纹。原本他以为是自己眼花，没成想那波纹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震颤得更加剧烈。与此同时，地面也开始跟着震动了起来。就当众人疑惑之际，不料一名校尉突然脸色煞白地冲进帐内：不好了，李帅，大营外有无数重甲骑兵打过来了。闻言，众人皆是一愣，哪里来的重甲骑兵？这豫北城外哪来的骑军？难道是北蛮铁骑打过来了？那也不对啊，若是北蛮军团出动，他们不可能没有消息。待众人慌忙披甲出帐，却发现真的有一支白甲骑军已经冲破了大营的防御工事，现以雷霆之势直插大军中央。一时间，无数怒吼声震彻天际。只见绵延数里的中军大营内，无数的白甲铁骑正在疯狂屠杀，如大雪覆盖一般，将无数的皇朝禁军士兵吞噬其中，如同杀猪宰狗一般。见状，刚出此帐的一众禁军将领瞬间满脸呆滞，因为他们征战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惨烈的景象。兄弟们，快组织反抗！
此时，主帅李维明率先反应过来，接着慌忙对着手下众将命令道：“诺！”一时间，各大校尉统领后知后觉，皆是慌忙领命而去。而此时，若有细心的人，则会注意到，虽然李维明强装镇定，但双手却是忍不住的颤抖。全完了！只见他脸色煞白，看着场中景象，双目失神，喃喃自语道：“领军这么多年，他也不是什么庸人。现在他一眼便知自己的10万禁军败势已定，那些白甲骑兵动作惊雷，冲势迅猛，已经将10万禁军的阵型完全冲散了。接下来便是有秩序的对着那些四散而逃的步军分割剿灭，完全不给他们聚拢反击的机会。”半炷香过后，在禁军各大将领的一番拼命操作下，李维明这边总算聚拢了1、2千人，至于剩余的其他禁军，都已经被屠杀殆尽，完全不留活口。这时，龙骑军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哨响，紧接着便见他们立马放弃了对残兵的追杀，随后井然有序的列阵聚合在一起。一时间，整个白甲阵营排列如一个模子刻出来一般，无一人喧哗，更无一马嘶鸣，安静的让人心生压抑。反观李维明禁军这边，阵型散乱，士气已是低落到了极点。这到底哪儿来的骑军呢？此时，李维明在心中不由咒骂道：“不到3分钟的时间，整整10万大军，而且还是禁军精锐，竟被屠杀到只剩几千残军，甚至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眼见大势已去，此刻他只想明哲保身。更重要的是，现在还有上千残兵吸引注意力，他坚信只要混入其中，就一定能逃出去。想到这里，他便低声怒吼道：“撤！”接着假装满脸不甘的撤退，实则是时刻准备隐匿在人群中，趁乱突围。可就在李维明刚下令撤退时，一个爽朗的笑声却忽然传了出来。久闻李维明元帅大名，不知李帅想上哪儿去啊？听到这个略微熟悉的声音，李维明顿时一愣，随即脸色便阴沉了下来。卢渊，卢王爷，想不到你竟然藏得这么深啊！无故袭击朝廷军队，难道你是想谋反不成吗？只见他一副假装不知情的样子，远远对着我质问道：“要是他早知道我麾下有这样一支汉军的存在，打死他也不会来趟这趟浑水。这哪是来白捡功劳，分明是来送死的呀！”闻言，我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李帅，到了现在，咱们就不要遮遮掩掩了。你们为什么来这儿？你我心里都清楚。话罢，我便低眸向周围暗自一瞥，见状，周围的大雪龙骑军立马便悄悄地对李维明的残军进行合围。要不是怕这厮跑得太快，龙骑军追不上，我才懒得出面打岔拖延呢。很快，龙骑军已经完成了合围之事，见对方已经插翅难飞了，我便再也没了交谈的兴致，于是便对着龙骑军下令道：“送李帅上路。”话音刚落，就见龙骑军整齐划一的应和。接着一阵金铁交响，随后马刀矛头皆是指向了李维明的方向。大雪龙骑军恭请李帅上路！霎时间，10万人齐声怒吼，汇聚成一条声浪，响彻整片天际。卢渊，你……李维明见状，顿时瞪目结舌，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难道不是应该先招降的吗？卢王爷，你这是何出此言？我怎么听不懂？此时他还在装傻充愣，妄图逃过一劫。然而回应他的却是龙骑军一声声冷冽的怒吼：“杀！杀！杀！”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就见李维明竟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阵前。那丝滑的速度，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降将李维明，恳请王爷收留，从此末将愿为王爷鞍前马后。只见李维明跪伏在地上，声音卑微到了极致，因为在活命面前，什么面子、虚名，这些哪有身家性命重要啊？此时他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他武宗巅峰的修为，我应该会对他招贤纳士的吧？要知道，武宗已经是一方不弱的高手了。将军大人。而在李维明身后，众残兵看着直挺挺跪在地上的李维明，眼中竟都是错愕。这个跪在地上的汉子，真是那个威风凛凛、统领10万皇城禁军的大将军吗？我们的统帅膝盖就这么软吗？见状，我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怎么了？难道李帅想要投靠我这个反贼不成？我的李大帅，你可是禁卫军团的元帅啊！若是女帝她听到你投降了，那还不得被活活气死？就在李维明还想继续拍马屁时，我却是冷声喝道：“李帅，投降？你还不配！不要再多费口舌了，你和你的这些手下都乖乖领死吧。”之所以不接受他的投降，完全是因为自己不需要这种卖主求荣的人，相反的，直接斩杀，系统则会奖励我更多的气运值。当听到我无情的拒绝，李维明顿时恼羞成怒，随即起身对着身后的残军道：“兄弟们，刚才叛贼卢渊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完全不给咱们活路啊！想我死也就罢了，竟然连你们都不肯放过。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反抗到底了。拿起武器，跟我一起上，为国为民，除掉这个逆贼。第一勇者上万金，官进5品；若是战斗胜利，所有人官进3阶，上1000金。”不成想，李维明的话在这2000残军中还是激起了不小的风浪。虽然他们不耻李维明的为人，可是到如今，他们也没有任何退路。再加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时间，众残军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坚定下来。叛贼卢渊暴虐无道，嗜杀成性。既然不给我们活命的机会，那我们就自己杀出去，冲啊！然而，随着一道血线飞速掠过，几息之后，李维明和他的2000残军连水花都没有溅起，就已是全部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身体和头部皆是天各一方。恭喜宿主斩杀敌人10万，
奖励气运值276万。恭喜宿主获得一场大型战役的胜利，并将敌人全军覆灭，获得10万兑换点奖励。听着系统的提示，我嘲讽道：“李维明竟然还敢临死反抗，螳臂挡车罢了。”就在这时，一位身穿白色铠甲的9尺大汉满身鲜血地跪在我面前。末将元祖宗参见主上。原来他是大雪龙骑军统帅元祖宗。袁将军，请起。见状，我笑呵呵地上前扶起元佐宗，随即顺带打开了他的信息面板。姓名：元佐宗，境界：半圣巅峰，统帅值97，忠诚度100。半圣。此时我不禁神色一喜，又是一位半圣级别的武将入帐。袁将军，你们龙骑军的实力如何？回主上，现龙骑军中，普通骑兵为50巅峰高手，百夫长为大50巅峰高手，千夫长为武王巅峰高手，校尉为武皇巅峰高手，统帅也就是末将为半圣巅峰高手。闻言，我不由得心头一震，竟然连普通士兵都是武士高手。要知道，在大周帝国中，武士高手就足以担任百夫长级别的军官，而武士巅峰甚至都能担任城池守备部队的千夫长。而在如今的大雪龙骑军中，武士巅峰仅仅是普通士兵。果然，天下第一骑军，名不虚传。有如此精锐军队，简直就是自己的福音啊！正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袁将军，本王有个仇，想让你来报一下，愿为主上分忧。闻言，元佐宗慨然允诺。大周女帝周玲珑中间不分，擅自杀害忠良，想来女帝身边定有佞臣进献谗言。为了大周国祚，更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入朝清君侧。此时我眼中透出一道寒光，女帝啊女帝，既然你不忍，那就不能怪我不义了。闻言，元佐宗面无表情，轰然领命，什么女帝不女帝的，在他眼里啥也不是。随后就见他对着龙骑军大手一挥，大雪龙骑军目标长安城，出发。然而就在他们刚要开拔行军时，却见一个探子忽然来报：启禀主帅，我们抓到了一队行迹诡异的人马。据对方所言，他们是豫北城守军斥候，还代替城主何龙询问我们是何方人马。闻言，我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杀意，因为这个何龙是在父亲出征后，女帝直接派遣过来的豫北城城主，同时他更是女帝的忠实走狗。想到这里，我不禁怒骂道：这个何龙是女帝的人，该死！闻言，一旁的元佐宗也是满眼愤慨，当即就要提刀将那队人马全部诛杀。见状，我连忙开口制止道：袁将军稍等，何龙该死，但那些军士却不该杀，因为那些底层军士很多都是父亲留下来的班底，对于父亲那是绝对的忠诚。南下，先暂缓一下，现在麻烦你走一趟，将这个何龙及其亲信全部诛灭，然后以我的名义接管豫北城，顺带将整个豫北城的守军整顿一下，确保全部是忠于我的。说着，我便将镇北王的腰牌扔给了元佐宗，而他自然是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接过腰牌便直接领命而去。待一切都安排好后，我便转身打开了系统的抽奖界面。由于自己还留有300万的气运值，所以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运气。很快，我便把气运值全部清空。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也跟着连响3次。恭喜宿主获得300影卫，首领乃是半圣巅峰境，其余成员皆为武宗境。恭喜宿主获得5万现阵营，首领乃是半圣巅峰境，其余成员皆为武皇巅峰。恭喜宿主获得情报组织细雨，首领乃是半圣境，其余10万成员皆为武者。闻言，我不禁心头狂喜，这名字光听上去就知道绝非凡品，而且每个组织都有半圣的存在。现阵营虽人数上比龙骑军少，但质量却高了不少。除了细雨战力拉胯了一点，可细雨毕竟是情报组织，战斗并不是其强项。很快，就见我身边出现了一群气息庞大的人群，同时3大部门的统领依次向我行礼。属下影卫一墨，属下现领高手，属下细雨情报部羽夏，参见主上。见状，我却并没有把目光放到那群男人中，而是死死地盯着细雨情报部的雨象。不曾想，这雨象竟是个绝色大美女。见我的目光越发火热，雨象却忽然慌了。主上，只见她咬了咬牙，赶忙解释道：主上，属下用了易容术，男扮女装。说罢，便见她小手一挥，瞬间赫然从一个绝世仙女直接变成了一个翩翩公子。而见此一幕，我也是直接傻了眼。男的，大哥，你男扮女装也就罢了，就连名字也这么女性化，差点让自己误会。虽说如此，但我还是忍不住暗暗赞叹，这雨象怪不得是西域组织的首领，一手易容术就把自己骗过去。而一旁的雨象也是苦笑连连，原本他还想给我留下个好印象，刻意打扮成了女人模样，不料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可我不知道的是，一旁全身隐藏在黑衣中的一墨正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那双露在外面的秋水明眸宛如深潭，既娇俏又动人。而经过雨象这一出，我也不得不开启了贤者模式，免礼吧。随即，我收回了着重看向细雨部的目光，谁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大地萌妹呢？而至于其他的2位首领，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个高顺，手下带着大名鼎鼎的现阵营，
个个都是虎背熊腰的大汉，气息浩然，一看战力就不俗。而相比于现阵营的张狂，尹威就收敛的多了，全都是一身黑衣，仅露一双眼睛在外，气息也极为阴冷，好像是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虽容易被忽视，但却时刻准备给予敌人致命一击。而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召唤出来的人物虽然都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意识，但却没有了之前的记忆。就好比高顺和许褚，虽同来自前世的三国时代，但两人却都互相不认识，也没听过彼此的名号。另一边，在如狼似虎的龙骑军面前，何龙的那群人马不到半分钟就被诛杀殆尽。随后大军又快速折返向我军。此时元左宗下马单膝跪地，对我禀告道：主上，何龙及其亲信已经全部铲除，整个豫北城1万守军也已经整顿完毕，高层军官也全都换成了自己人。闻言，我重重的点了点头。既然现在的豫北城已经重回了我的掌控中，那便是时候南下找女帝算账了。这样想着，我便对着众人命令了：命令城中守军坚守豫北城，龙骑军现阵营，全军开拔，直捣长安城。玉相，让你手下的人照看一下王府，若有变故，尽量护住府内人员安全。话罢，便见我大手一挥，随即10几万人马瞬间浩浩荡荡的出发。不到1日，大军便抵达了通往中原的玉门关。只见玉门关宏伟万分，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蛰伏在大地上的巨龙，两侧全都是高峦险峰，一山势地势，易守难攻。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原本已是荒废成为景点的玉门关，此刻的守兵竟如此之多，而且个个装备精良。看来应该是父亲出征前，女帝就已经有了对北域下手的想法。就在这时，元左宗向前一步，满怀信心道：主上，此玉门关乃是远西长安的必经之路，给末将半日时间，末将必然能将此关踏破。因为在他看来，就算玉门关戒备森严，那也挡不住龙骑军的铁蹄。闻言，我则是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而是看向了城头上那足有100架的巨弩。那些巨弩乃是大周军用制式工程强弩，威力强大无比，甚至能直接贯穿武宗高手。见状，我不由得微微皱眉。若是龙骑军强冲，必然会造成不小的损失。对方只是一轮射击，就有可能造成数百人折损。更何况，这种国家战略级的雄关一旦建成，一般都会有天地伟力加持，在其力量范围内，对武宗之上的高手有很大的压制力。这也是这方世界的天道，为了削弱高手在战场中的作用，防止出现一面倒的屠杀，要不然一个武圣来一掌就把关隘轰碎，那建造关隘还有什么意义？而这时，元左宗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咬牙道：主上，虽然那些巨弩是个威胁，但我们龙骑军也不是吃素的。若是龙骑军冲进，这100丈城墙也无法阻拦我们分毫。闻言，我挑眉笑着道：袁将军大可不必。再者，从古至今，哪有人拿骑兵冲关的？正当我思考着如何破关时，高顺便猛地站了出来。主上，我愿带县阵营为主上攻下玉门关。我等也愿为主上出一份力量。与此同时，尹卫首领一墨、细雨首领雨相也是接连请命。好，见状，我便放声一笑。诸位赤诚忠心，我已知晓。不过破关之策，我已经有了想法。说着，我便将目光投向了一众尹卫身上，因为相比于其他军团，尹卫更注重前行和刺杀，躲避那些守军，潜入玉门关，简直是轻而易举。更重要的是，尹卫实力强大，作为内应搞破坏，简直不要太爽。想到这里，我便沉声道：那就一墨带领尹卫潜入玉门关，作为内应，夺取城门，尽量破坏城头巨弩，到时候与县阵营、龙骑军里应外合，直接踏破玉门关。闻言，一墨等人随即领命。而此时，我也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一墨，也不知道刚才是不是错觉，怎么感觉一墨的声音像个女的？与此同时，一旁的雨相倒是忽然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主上，我也愿前往，我也精通前行，说不定也能帮上一些忙。看着他着急表现，我也欣然答应了下来。因为雨相本身的实力也不弱，半圣境界的高手，就算被雄关的阵法压制到了武宗境界，但击杀一般的武宗也是轻而易举。待制定好了策略之后，我便下令让龙骑军等待时机，而尹卫等人则是直接潜入了玉门关。另一边，长安大殿上，满朝文武都是一片死寂，因为李维明统帅的10万皇朝禁军被全部剿灭的消息已是人人皆知。任谁都没想到，一个平平无奇的镇北王卢渊，外面传言的废物，竟然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更糟糕的是，此时一个800里急报再次突如其来的传入了朝堂。禀陛下，叛贼卢渊已率10万铁骑直逼玉门关，玉门关守将求援。此言一出，瞬间满朝哗然。过了玉门关，便是我大周中原地界。卢渊南下玉门关，其心昭昭然啊！而黄金龙座上的大周女帝周玲珑更是气得脸色铁青，随即怒吼道：主公，可有人愿领兵增援玉门关，为朕诛杀卢渊逆贼，彰显我大周威严？不成想，此言一出，朝堂之上竟无一人应答。只见每个人都暗自低着头，毕竟谁也不是傻子。一个传言中的废物突然崛起，甚至还覆灭了整个皇家禁卫军，这件事处处透露着诡异。但好在这死一般的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听见台下一道声音突然传了出来：臣愿为陛下扫除逆贼。顺着声音望去，
就见一个明眸皓齿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威风凛凛的铠甲，代表着他属于武将行列。而此时他看向女帝周玲珑的目光中满是火热，区别于对君王的忠诚，这火热的目光中还夹杂隐藏着一丝别样的意味。武国公世子愿意替朕解决这个麻烦吗？闻言，周玲珑端坐龙椅，假装没有察觉到这男子眼中的异样，相反的还对他微笑表示欣赏。见周玲珑如此反应，那男子明显更兴奋了。请陛下放心，臣赵匡胤定将卢渊贼子扫除，以正国法。此时，赵匡胤满脸激动，扯着脖子大声保证道：“因为在他看来，他可是整个大周最年轻的半生，区区一个卢渊还不手到擒来。等他获得大功，更得女帝信任，成为女帝公主，他日说不定还能获得女帝青睐，说不定最后还能反客为主，将这大周搞成他赵家的天下。”然而，得意忘形的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其他朝臣那好像看傻子似的目光。武国公一世英明，怎么生了个蠢儿？亏他还是半圣，一身武力都修炼到下半身去了吧？不过也好，让赵匡胤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先探探路，探一探那个镇北王的虚实。在一朝君臣各怀鬼胎的心思中，赵匡胤已是点了20万皇城禁军，向着玉门关支援而去。另一边，吕相已是成功潜入了玉门关，为了寻找敌军统帅的踪迹，只见他一挥手，随即变化成了一个守军军官的模样，接着便朝着关内深处走去。而伊莫则是准备带人夺取城门，顺便把那些强弩全部摧毁。此次行动只准成功，不许失败。随着伊莫轻喝一声下达命令，一众隐卫很快便开始了分头行动，眨眼便引入到了阴影之中。与此同时，10几里长的整个城头都已戒备森严，无数士兵正严阵以待。只不过这些士兵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关外，毕竟关外不远处就是我浩浩荡荡的10多万人马。只见一些士兵紧张地握着手中的兵器，满手大汗。殊不知，死神即将降临。伴随着噗噗几声鲜血喷涌的声音响起，就见一排巨弩旁边的几名士兵已是身首异处，破坏巨弩。随着一声令下，隐藏在影子里的影卫顿时现出身形，接着便是几道凌厉攻击下去。一刹那，脆弱的弩车就已经成了一堆碎片。同时，整个城头上只要有弩车的地方，同样的场景正在发生。良久过后，城头上的一些士兵终于发现了影卫的袭击。敌袭！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吼叫，整个城头瞬间乱作一团。快攻入城门枢纽！眼见动乱发生，伊莫的动作不由更快了几分，因为控制城门的枢纽才是重点。而在此处，有一支几百人的精锐士兵正在值守，领头的将军还是一位武宗强者。见着伊莫等人出现，武宗将军瞬间愤怒地站了出来，真是大胆，竟敢闯到这里来！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但他绝对想不到，他还想放2句狠话时，眼前便出现了让他肝胆破裂的景象。只是一个呼吸的刹那，那些原本还严阵以待的数百士兵，竟齐刷刷的直接倒下。倘若仔细看去，就会发现每个人的脖子处有着一条明晃晃的血迹。更诡异的是，在众人面前是一个黑衣人，正弯着腰保持着拔刀姿势。这不可能！见状，武宗将军满脸的不可置信，可他刚想说什么，却猛然感觉自己的脖子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痛苦，伸手一摸便是大片鲜血，随后便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我最讨厌废话多过文化的人了，主上除外。此时，伊莫面容清冷地收回了手中的匕首，接着对着手下一众隐卫下令道：“打开城门，迎接主上进城。”与此同时，关内大营的上将李胜刚听到手下传来城门被攻破的消息，顿时就两眼一黑。玉门关可是号称天下第一的巡关，没想到他都还没来得及上城门督战，就被攻破了。此刻的他也终于算是明白了，为何李为民的10万禁军被轻松覆灭，这卢渊手下的部队简直非人哉。于是他只好慌乱出营，准备传令让手下的亲卫先抵挡一阵，自己则是趁乱逃命。好巧不巧，他刚出营就遇到了一个身穿校尉服饰的士兵，于是便冲他挥手命令道：“那个谁，你过来！你立马前去亲卫营传我军令，让他们火速出军，前去阻拦反贼卢渊进城。”话罢，便转身起步狂奔。但他绝对想不到，他挥手喊来的这名军士在看到他后，嘴角竟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而我方大军这边，由于龙骑军的普通士兵最次的都能和百夫长掰手腕，当城门一开，两军交战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玉门关就全部落到了我的手中。恭喜宿主击杀敌3万，获得气运值738500。恭喜宿主获得一场攻坚战的胜利，奖励10万气运值。恭喜宿主获得一座关隘，奖励10万气运值。又是一大波气运值入账，而为了把气运值转化成战力，我便再一次进行了抽奖。抽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圣境护卫李3刀。闻言，我心中顿时狂喜起来。不曾想这次抽奖竟直接抽到了真正的圣境人物。而据传言，大周的禁地龙庭可是有一个圣境老祖的存在。现在好了，自己终于有底牌了，此去长安也更有底气了。很快便见我身边宛如幽灵般的出现了一个身影。属下李3刀拜见主上。当我循声望去，就见一个身穿武官禁服的中年男人正朝着我单膝跪地，同时脸上还带着一丝狂热的忠诚。见状，我赶忙上前将其扶起。3刀，快请起。
这可是圣境强者。虽说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我知道这是自己修为低下，感受不到对方隐藏的修为。若是李三刀仅释放出一丝气息，那我便是当场肉身崩溃的下场。而就在这时，雨象和一墨也都回来复命。当看到我身边的李三刀时，顿时便感觉一股危机感让他们汗毛倒竖，好像对方随手就能将自己捏死一样。见状，我赶忙笑着招呼道：“不用怕，都是自己人。”闻言，两人定了定心神，随即对着我禀告道：“主上幸不辱命，玉门关守将李顺刚已被属下斩杀。”说着，便见雨象丢出了一个黑布包裹。好，做得不错，一墨，你们影卫也很不错。此次夺关之战，功不可没。为主上分忧，是属下的本分。闻言，一墨的声音忽然变得沙哑起来，外人听来却是分不出男女。而现在又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困扰着我。虽然自己成功拿下玉门关，但玉门关的位置非常重要，乃是中原和北域的咽喉，如此便需要一支兵马来镇守。如若进军中原遇到什么挫折，玉门关这个后路再被切断，那自己可就真的欲哭无泪了。只是留哪支军队比较好呢？10万龙骑军是不可能的，这可是南下的主力。5万县阵营倒是可以，只不过这么强大的一支部队留着守，是不是有些屈才了？至于影卫和细雨，这是2个特殊组织，而非军队，更不适合守关了。想到这里，我便决定再次抽奖，看能不能抽出一支军队来。抽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专属军团1万北府军，统领武宗巅峰，副统领普通武宗，军士5师进。闻言，我脸色大喜。这样一支精锐的军队，甚至都能和黄级精锐士兵掰手腕。眨眼间，便见一个雄壮的将领单膝跪地，对我参见道：“末将谢玄拜见主上。”谢将军不必多礼，这玉门关就交给你来镇守了。末将定不辱命。闻言，谢玄轰然领命。待将玉门关交给了谢玄后，我便让大军再次出发。毕竟兵贵神速，一旦等女帝反应过来，调集各方军马进京护卫。另一边，在北凉城外，赵匡胤已是带领20万援军至此。此处离玉门关仅有1000里距离。忽然，有一封加急军报送到他的手里。只见赵匡胤皱着眉头将其接了过来。当看清信上的内容后，顿时便见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什么？玉门关失守？守将李顺刚被杀，镇北王卢渊越过玉门关，率军长驱直入。一时间，只见赵匡胤双眼充血，随即将手中的金鞭狠狠摔在地上。李顺刚这个废物，竟然1天都坚持不住，那可是玉门关啊！就这样丢了，如此险要的地方，即便是换个脑来，最起码也能坚持个几日吧。很快，便见他收起了情绪，做出权宜之计，传令全军放弃玉门关，暂入北凉城补充辎重。因为这次为了急行军，他所带领的军队都轻装上阵，除了武器啥都没带。本想到了玉门关再进行补充的，可现在玉门关被破了，他也只好找北凉城这座最近的郡城进行补给。而北凉城是凉州郡城，同时也是整个凉州最为繁华的一座城。原本只是计划路过，不率军进城的，因此北凉城对此也是没有丝毫准备。而今突然改变计划，自然是闹得一阵鸡飞狗跳。当赵匡胤的部队浩浩荡荡进城后，一些老兵游子就趁着部队行进的空隙，对着街边的小商小贩一阵抢夺。因为在他们心里，入城抢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惯例，管是敌方的还是己方的，都一视同仁。而那些军官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在这时，一声愤怒的交斥忽然从街头远远传来。可恶！你们还是大周将士吗？为何欺负这些平民百姓？闻言，众人皆是一愣，旋即闻声望去，就见一个身材玲珑、穿着一身火辣皮甲的骄傲少女，正满脸愤怒地看着这些老兵游子。见状，其中的一个老兵游子便是一声大笑，更加肆无忌惮地对着那些百姓拳打脚踢。而见此一幕，少女只是轻轻一闪，瞬移似的直接出现在老兵游子面前，随即一掌打向其胸口处，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骨折声。就见那老兵游子两眼一黑，随后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不出意外的话，88根肋骨已是全部断裂。周围的士兵见状，立马把少女围了起来。抓活的？老子可是很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妞了。兄弟们别急，到时候大家一个一个来，都有份儿。本以为少女会被这些老兵吓破胆，不成想她竟是不慌不忙，随手一挥，手中竟凭空出现了一道传音令牌。爹爹，你再不赶快来，可就再也见不到女儿我了。只见少女冷俏着脸，对着令牌咬牙道。闻言，那些士兵非但没有害怕，反而顿时轰然大笑起来。哈哈哈，笑死我了，还爹爹，害怕就直接喊我爸爸。小娘皮，叫父亲来了也行，也让我岳父大人过来认认他这一群乘龙快婿。一时间，各种污言秽语相继而出，完全不顾少女脸色越来越寒霜。因为在他们看来，眼前这个少女顶多是个武王修为，而他们自己可是一群皇朝禁军。但下一秒，这些老兵游子却笑不出来了，因为随着少女求救的几息之后，就见北凉城主府的方向忽然涌动出了一股庞大的气息，眨眼间便见一道高大的身形裹挟着耀眼的流光奔着此处袭来。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狗东西想当我女儿的爸爸！随着一股圣境强者才独有的圣威，直接对着这群老兵游子威压过来，伴随着齐刷刷砰砰的声音，就见刚才还嚣张的一群老兵游子瞬间便跪成了一片，每个人的脸上都扭曲起来，额头上更是冷汗直冒，仿佛身上压着千钧重担。更有修为低下的
竟当场就被这强大的压力震昏死过去。而一些有眼力见的，当场就判断出了中年男人的修为乃是一位半圣巅峰，而这一确定却更让他们心底拔凉，没想到竟然招惹了一位半圣强者。我们是皇家禁卫军，恳请前辈饶我们一命。此时，在场修为最高的一位武皇笑容，朝着中年半圣求饶道。然而那中年男人却完全不吃这套。堂堂皇家禁卫军竟然做出这么丑恶的事情，你们究竟把国法置于何地？只见中年男人冷哼一声，压力释放得更强了。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话罢，便要把这些老兵当场击杀。关键时刻，一道身披铠甲的流光踏空而来。哈哈，什么风把江城主给吹来了？我还说去城主府拜见您呢。只见同为半圣的赵匡胤已到此，见状，那些被压迫的士兵顿时感觉浑身一松。多谢将军。刚才他们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幸好赵将军来了。而对面的江城主却是冷哼一声。虽说赵匡胤是女帝钦点的大将军，可他一点好脸色也不给，因为赵匡胤大军进城比较突然，他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士兵刚一进城，就做出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赵将军，你手下可真是一群好兵啊！今天这件事，你总要有个交代吧？女帝陛下若是知道你的兵给他抹黑，你说陛下会怎么想？见江城主如此不给面子，赵匡胤脸色顿时一僵。刚才他还想一笑带过，谁知道这江城主竟然揪着不放。要不是对方是半圣巅峰圆满，即将踏入圣境，赵匡胤都要忍不住动手了。想到自己现在还不是江城主的对手，他便抚掌一笑，完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然而下一秒，却见他大手一挥，手中磅礴的灵气喷涌而出，一刹那，就见刚才还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士兵，直接原地炸成了一团血雾。见此一幕，所有士兵都被吓得纷纷后退。赵将军何时变得这么残暴？江城主，这下你可满意了。此时赵匡胤语气悠悠，脸上却还是那一抹笑容，只不过现在看来，这抹笑却让人感觉后脊发凉。而赵匡胤的这番动作，一时间也让江城主没缓过神来。不过那些出言不逊的士兵已被当场击毙，再加上赵匡胤又给他道了歉，江城主的脸色也是缓和了一些。下不为例。只见江城主冷冷一哼，人都已经死了，他也不好继续追究什么。而这时，赵匡胤却忽然看向了江城主身边的骄傲少女，这位应该就是江城主的千金吧？长得真是靓丽，不愧是城主千金。而那少女也是单纯，竟没有注意到赵匡胤看向她眼中的异样，因为赵匡胤挥手就解决了几只令他厌恶的臭虫，因此对其也是生出了几分好感。小女子江浅宁见过将军。好名字，我叫赵匡胤。此时赵匡胤也知道，对付这样青涩的少女不能操之过急，待日后慢慢图之。于是他便转移话题，直接看向了江城主。江城主，我之所以会进城，事情的大概你也应该知道。玉门关失守，我只好借你北凉城驻扎了。而听到正事，江城主的脸色也是端正了起来。此事我已知晓，你说卢家那小子怎么就这样了？竟然还做起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说来我与他父亲还是老相识，我们两家还……说到此处，江城主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江晴，心中庆幸，幸好那件事没成，要不然自己现在和一个叛贼有牵扯，那对于自己的仕途也是个绝大的侮辱。而一想到来自朝廷的赵匡胤还在现场，他便立马闭口不言了，转而感叹道：真是想不到，那卢家小子竟然如此厉害，竟然一天时间不到就破了玉门关。赵将军，此事重大，不如移步城主府详谈吧。就这样，两人各怀鬼胎，一前一后朝着城主府方向飞去。殊不知，我的大军已是深入了凉州境内，而行军途中所遇到的一些小的城池，直接挥手即灭，除了平民百姓，城内守军一概不留，全都换成了气运值。因为到了别人的地盘，我可没心情再整治那些俘虏了，不如直接灭杀来的省事。就在这时，元左宗突然来报：主上，前方300里就是凉州的郡城北凉城，我们是直接绕过去，还是先把此城打下来？闻言，我毫不犹豫地直接选择攻城，因为一来到了中原后，遍地都是大州之城，要想从玉门关到达长安，需要经过凉州、锦州、滨州等好几州郡，路途更是千万里之遥，很容易陷入重重包围。二来，自己可是拥有系统的存在，自己不怕战争，反而会越战越强。若是一路横推过去，那便是滚雪球式的发展。这样想着，我便下令道：直接拿下北凉城，传令全军向北凉城方向进发。诺。当听到有战事要打，手下的一众将领又开始兴奋了起来，行军速度更是加快了几分。与此同时，在北凉城的城主府内，赵匡胤原本还在和江城主商讨战事，不料忽然有军情传至，卢渊大军已经来到了北凉城30里外。闻言，赵匡胤脸上非但没有半点恐惧，反而将我当成了自己的近身之阶。这个卢渊终于来了，剿灭一个王爷级别的叛贼，相信我的爵位也应该能往上提一提了吧。一想到这里，就见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狂傲的笑容，可一旁的江城主却是满脸担忧起来。赵将军，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那个卢渊实在不能以常理度之，玉门关之战以及李为民10万禁军覆灭，处处透露着诡异。而且他自己也担心，如若自己掌管的北凉城被攻破，
那么自己的仕途则会添上一大污点。可下一秒，又见他面色微微松弛了下来，因为他想起了江家和卢家两家的关系。若是自己劝降卢渊，平息了此次叛乱，说不定还是一件大功。而赵匡胤虽表面上满口答应，心中却是满眼不屑。真会废话，我看你是胆小如鼠，区一个王爷有何惧哉？那个李维明和李顺刚两个姓李的，竟然被一个废物给击败了，真是越活越倒退啊！真是大周耻辱。就在这时，有传令兵匆匆来报：赵将军，卢渊大军已到，在城外直接驻扎下来，看样子暂时应该不会攻城了。这么快？闻言，赵匡胤微微一愣，只不过听到敌军原地驻扎的消息，还是哈哈一笑。驻扎？卢渊他果真怕，看起来这卢渊也不傻，知道我不好惹，索性就不进攻了。现在竟然直接驻扎下来了，倒是个意外惊喜。我还怕他跑呢，不给我这个送功劳的机会呢。接着便见他眸中寒光四射，等夜里我亲自领兵出城，把这个功劳彻底拿住，谁也不要劝我，谁拦我拿功劳，那就是与我为敌。话罢，便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江城主，随即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因为他实在是不想听江城主的唠叨。望着赵匡胤的背影，江城主却是叹了口气，但随即又是不屑一笑：“希望这位赵将军能稳重一点吧。”虽然他对赵匡胤的观感并不是很好，但其毕竟是朝廷钦派的将军，若是其输了，对大周的威严也是一种重大的打击。而此时我之所以选择驻扎北凉城外，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也是刚得知赵匡胤20万大军刚入城的消息，毕竟我的手下也才只有10几万人。为了稳妥起见，我便命令一墨与向先摸进城去，打探一下城中守卫情况，以及那20万兵马究竟是什么来路。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很快便见雨相和一墨潜入城内，不到10分钟就把城内的情况摸透。我已经将北凉城内的所有兵力部署情况都调查清楚了。这赵匡胤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还想深夜率兵出城偷袭。说到这里，便见雨相哈哈一笑。之前他还头疼怎么攻城，没想到这赵匡胤到自己出城送上门来了。要知道攻城战中对防守一方非常有利，然而此时对方却想舍弃掉这个天然优势，怎能不让人笑掉大牙？闻言，一墨却还是一脸漠然。好了，不要耽误正事。这个消息给主上送出去了没有？放心吧，我刚刚得到情报，就马上报给主上了。那就好。主上那边怎么说的？是还让我们做内应吗？没错，根据情报，晚上跟随那个赵匡胤出城的也只是城内的骑兵，剩下的其余步军还在守城。按照主上的吩咐，等那赵匡胤率兵出城，我们就趁机夺取城门关卡。等主上大胜，破了对方偷营的骑兵后，我们再来个里应外合，直接破了这北凉城。闻言，一墨微微点了点头，但表情却略有些担忧道：“那个赵匡胤毕竟是个半圣，而且麾下参与夜袭的也都是精锐士兵，10几万部队。那主上放心吧，主上身边有多位半圣高手，还有李三刀那位圣境守护，区一个半圣出击，还威胁不到主上。”深夜，赵匡胤这边数万人马正在悄然集结，一时间，只见北凉城不大的瓮城内已经挤满了人和马，而在大军前面，赵匡胤身披一身的流光重甲，霸气地站在众人的面前。由于是夜袭，再加上白天已经做好了动员，因此他并没有过多的振奋言语。眼看一切准备就绪，随即便是大手一挥，开城门，全军出动。顷刻间，就见所有骑兵迅雷般行动起来，很快便到了距离我方营地不到2里地的距离。放眼望去，甚至都能看到我营地中的篝火，但好像并没有发现他们突袭。见状，赵匡胤顿时心中一喜，杀！随后噌的一下抽出了自己的武器。儿郎们，随我冲锋！只见赵匡胤无所顾忌的大喝道：“因为先机已成，他们的骑兵大部队已经冲锋起来，势头迅猛，就算对方再做出反应，那也来不及。但他们绝对想不到，就在赵匡胤率军冲锋到营地门口100来米时，却猛然感觉自己胯下的战马好像崴了脚一般，猛地踏了一个趔趄。幸好他反应及时，稳稳地落在地面。此时只见赵匡胤往地上看了一眼，就猛地变了脸色。只见地面上到处都是马蹄大小的坑洞，而洞口上面都用杂草覆盖，这是陷马坑。赵匡胤见状，脸色极其难看道：“要知道，陷马坑乃是对付骑兵常用的招数，一般作用在伏击之中，埋伏在骑兵的必经之路上。难道我深夜偷营，他们已提前知晓？小心有陷马坑！”赵匡胤见状，心中一凛，随后急忙朝着后军大吼的提醒。可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了，后排的骑兵都还没反应过来。况且就算赵匡胤吼得再大声，那也没用，因为冲锋起来的骑兵要想完全刹住，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一排一排的骑兵犹如下饺子一般往陷阱中冲去，轻则被摔断脖子，重则当场去世。一时间，痛呼声和马嘶声交织在了一起，场面悲惨至极，宛如人间地狱。狗贼卢渊，我定和你势不两立！此时赵匡胤双目通红，宛如想要吃人一般，人还没见到，就被我这个所谓的设计陷害了一下。这对于心气高傲的赵匡胤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但他也只能是一声长啸，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这种大军之中产生的混乱，仅凭他一人之力，压根不可能扭转。不过他带来的这些骑兵，好歹都是一群精兵，在付出了上万人的代价后，最终才稳定了下来。但经过这一变故，
赵匡胤麾下的这些士兵已经士气全无，刚才酝酿起来的冲锋气势更是消散一空。与此同时，我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雨巷的消息果然没错，这赵匡胤果然率兵夜袭，这陷马坑阵也就先让他们吃个苦头，通知龙骑军可以出动了，一定要给这群苦东西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骑军。话音刚落，便见一道血线从天边飞驰而来，速度极快，眨眼之间便冲到了敌军阵前。列阵迎敌。赵匡胤见状，顿时收起了轻视之心，因为不论怎么看，眼前的这支骑军气势都比他的部下要精锐。自己虽是半圣，若是不认真对待，很有可能会翻车。而现在更让他内心惊骇的是，一个废物为何能拥有这种气息骇然的骑军？之前前线只把李维明覆灭的消息传了过来，可没说卢渊麾下还有这样一支精锐的骑军呢。不过这又怎样？我可是半圣。一想到自己半圣实力，赵匡胤脸色就好看了许多。就算不敌对方，也足以在万军之中保全自身。传令，后军变前军，杀！或许是半圣实力给予的自信，眼看龙骑军冲到眼前，就见赵匡胤大手一挥，竟选择和龙骑军准备硬刚。而远处的我见状，差点笑出声来，竟然想要硬刚龙骑军，对面军队的主帅脑子莫不是有包吧？和天下第一骑军选择硬刚，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死。眨眼间，便见双方骑军交织在了一起，但赵匡胤这边骑军的动作还是慢了一些，毕竟之前冲锋的冲力已经被打破，士气也被磨灭了大半，在冲锋时已经达不到之前的势头，而且他们的实力也比龙骑军弱了不止一筹。在未和龙骑军接触之前，赵匡胤心中还是蛮有自信的，心想着就算偷袭战没成，末了打成了阵地战，自己一个半圣强者，带着一支禁军精锐，怎么着也能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吧。可当两军真正碰撞到一起时，赵匡胤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只见赵匡胤那些所谓的精锐骑军，刚一和龙骑军对垒，就宛如涨潮时的沙滩一般，瞬间被雪白的浪潮淹没。一时间，刀剑入体，惨叫连连。赵匡胤的军队瞬间被撞得人仰马翻，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直接被铁蹄踏成了肉泥。这场景比之刚才冲入陷马坑的景象还要惨烈。见状，赵匡胤脸色立马巨变。怎么可能？我手下不都是禁军精锐吗？怎么现在被人砍瓜切菜一般屠杀？此时的他是真的急了，随即脸上升起一抹狠意，接着提刀就对着迎面而来的一众白甲骑兵劈去。杀！一时间，半圣境界的实力悉数爆发了出来，庞大的灵气裹挟在长刀上，锋利的刀芒在空中几乎化成了一道流光。半圣的实力可不是开玩笑的，在战场上就如同开了无双一样，就算是普通龙骑军也肯定挡不住他这一刀。当然，那也仅限于普通龙骑军而已。当赵匡胤这刀狠狠劈下去时，不料却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铠甲将军拦了下来，而来者却一脸淡然，好像极为轻松一般。你的对手是我。只见元左宗淡然道：半圣。见突然出现一员猛将，赵匡胤瞬间一愣，察觉到对方修为，眼中更是升起一抹惶恐。这竟然是一位半圣！该死，哪里来的半圣？此时的赵匡胤是真的慌了，他之前之所以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他仗着自己是半圣修为，然而现在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和他境界相同的半圣强者，境界的优势一下就没有了。眼看自己的精锐即将全部崩盘，无奈他只能硬着头皮准备同元左宗对战，而且看对方打扮，估计是骑兵主将，说不定自己胜了，还有一线翻盘的机会。不自量力！元左宗冷哼一声，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还没进行过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现在就让对方好好见识一下，半圣与半圣之间也是有差距的。于是两人二话不说便直接站在了一处，而周围的两方人马见状都是自觉远，给两人的战斗腾出了位置。毕竟半圣之间的战斗余波，可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修炼者能够承受的。去死吧，无名之辈！大荒霸刀斩！不成想，一开始赵匡胤就直接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大荒霸刀斩，乃地阶顶级战技。这种高等级的战技，放在整个大周皇朝都极为罕见。然而面对赵匡胤的攻击，元左宗脸上则是露出了一丝不屑，随即收起长枪，下一秒，手中竟出现了一把长刀。本相元左宗，有请阁下赴死！刹那间，两者的刀刃各自携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冲撞到了一起。而在战场中，正在厮杀的军士也都下意识地停止了战斗，全都把注意力放在两人身上。这一刻，仿佛世界都为之一静。光亮没持续多久，几息之后，便见赵匡胤瞳孔滚动，满脸惊骇，因为刚才两者兵器接触的一刹那，他的武器瞬间就被震飞了出去，甚至虎口都有些发麻。受死吧！不要杀我！这一刻，赵匡胤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维明和李顺两人会败得这么惨了。对方简直就是魔鬼，而现在他终于有一点点后悔了，早知道就不出城了。然而世间却没有后悔药可吃，随着元左宗一声暴喝，赵匡胤就已是直接被劈成了两半。见赵匡胤这个主将一死，旗下骑兵士气瞬间跌落到了极点，相反的，龙骑军则是势不可挡，如同豺狼虎豹般冲进人群。接下来便是残忍的屠杀。看着龙骑军完全接管了战局，我也终于松了口气，有惊无险，尘埃落定。高顺，接着我的目光又放到了高顺的身上，还有他身后的陷阵营。猛士末将在。当听到我点将，高顺面带战意，轰然出列，看着下面龙骑军杀得这么爽，他可是心痒难耐啊。现在敌方主将已死，剩下的人必然群龙无首。你带着陷阵营协助龙骑军尽快打扫下面的战场，然后以一没他们做内应，
一举拿下北凉城。怒！闻言，高顺满脸兴奋，领命而去。虽然现阵营只有5万人，比龙骑军少了一半，但战斗力却丝毫不逊色于10万龙骑军。毕竟这可是和龙骑军一样的圣境奖励。待高顺领命走后，我身边就只剩下了许褚和李三刀2人。此时我的目光远远地看向了北凉城方向。伊莫和雨巷他们怎么到这时还没发信号过来？莫非是遇到了什么变故？想到这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白天得知了敌方将要夜袭之后，我便选择了将计就计，一方埋伏夜袭的骑兵，另一方则是趁机夺取北凉城的城头，以便后续大军入城。可现在自己这边的战局已经接近了尾声，北凉城那边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许褚听令，末将在。当听到我叫到了自己，许褚顿时一脸的兴奋，终于是轮到自己了吗？然而我的下一个命令却让他瞬间丧气。伊莫他们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信号传出，你前去看看，是否发生了什么变故？闻言，许褚愣神片刻，满眼失落。他还以为我是想让他也上战场厮杀呢，没想到竟然是查探情况。不过我的命令他也自然不敢违抗，当即便领命而去。与此同时，北凉城内因为得知自己人已经前去偷敌营，因此留守城门的军事防守都有些松懈，以至于伊莫等人的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轻而易举地救抹了那些守城军士的脖子。随后便来到了控制城门的绞盘处。然而这时，伊莫好像嗅到了危险，顿时警觉地看向一个方向。不对，那里有人。当他仔细望去，便看到城楼阴影处，一个中年男人正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那架势就好像在等他们的到来。谁？听到伊莫提醒，便见雨巷一声大吼，全身戒备地看向黑暗处，而黑暗中，只见那中年男人缓缓站起身来。想不到今晚来的竟是3位半圣，还有300位武王之上的强者，真搞不懂我那个侄儿哪来的这么多精锐的手下。装神弄鬼，你究竟是谁？不对，这气息……雨巷厉声喝问间，手中的武器已是抽了出来，但下一秒却微微一愣，因为对方的这股气息竟然给他一种颇为熟悉的感觉。你是北凉城主姜士成，你认得我？闻言，姜士成惊讶了，自己这还没露面呢，对方竟然就将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而雨巷却心道果然，因为早在白天他在刺探城内消息的时候，就已经见过姜士成这个城主，甚至还是假扮成他，才获得了赵匡胤半夜要偷营的消息。没错，在下姜士成正是这北凉城的城主。黑暗中，只见姜士成缓缓露出身形。各位，我不愿与诸位产生纷争，诸位可否卖我一个薄面，就此退去？今晚的一切我可以视而不见。话罢，便见他身上巅峰半圣的气息暗暗散发出来。雨巷和伊莫对视一眼，眼中皆是闪过一丝凝重。这是一位半圣巅峰圆满的强者。雨巷小声地对伊莫嘀咕道，然而伊莫却是面不改色，对于姜士成的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甚至还同样对他做出了警告。此城我隐未拿定，若是你非要与我们为敌，别怪我们不客气。话罢，便见伊莫背后的300隐卫也一齐蹭蹭地亮出了自己的武器。这个动作无疑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主上吩咐的任务，即便是死，他们也要完成。见状，姜士成便微微叹了口气，看来这一仗是避免不了了。既然如此，那就多有得罪了。话音刚落，就见姜士成的身形鬼魅般消失在原地，眨眼不到的功夫，便瞬移般的出现在了雨巷的身前。好胆！见状，雨巷瞳孔微微一缩，随即不禁怒极反笑。己方在场的有3位半圣，伊莫、尹一以及他自己，而对方偏偏挑中了他作为率先攻击对象。很明显，这是对方把自己当成软柿子，想从弱者逐个击破。悲苏清风掌！伴随着一声怒吼，雨巷已是直接开启了自己的绝学武技。身为西域组织的首领，雨巷的实力自然不是盖的。纵使姜士成乃是半圣巅峰圆满，也足以抗衡1、2，更何况他的身边还有伊莫和尹一2位半圣强者，当即动手。一旁的伊莫和尹一对视一眼后，随即就握住了手中的匕首，一左一右直奔姜士成侧身刺去。而面对伊莫2人的左右夹击，姜士成只能侧身闪躲，接着匆匆和雨相对了一掌，落地后竟然连退了好几步。可笑，一个半圣如何抵挡我们3位半圣？见状，雨香收掌而立，冷笑道。闻言，姜士成无奈一笑，眼中却闪过一抹狡黠。你们3位的确厉害，我境界虽比你们高，但应对起来也颇为棘手。只不过谁说这里只有我1位半圣呢？义兄、景兄，还请出手！姜士成一声急呼，竟然呼喊起了帮手。远处，城主府内，随着姜士成声音落下，倏然再次升起了2道拖着流光的身影。哈哈，姜兄，要让我们出手，代价你是懂的哈。放心好了，好处少不了你的。姜士成笑骂着摇了摇头，要想请半圣出手，那付出的代价可不是一般的多，何况还是2个，这下肯定又要大出血了。想不到你竟然还有帮手。见着又出现2位半圣，尹墨3人也是开始认真起来，3对3很合理。然而姜士成这边3人全都是半圣巅峰级别的高手，而尹墨这边仅有他一个。雨香和尹一都是普通半圣，这样一来，尹墨他们就很被动了。虽然系统出品皆是精品，但面对半圣巅峰，雨香他们也只能保持不败罢了。尹卫听令，我们拖住对方3个半圣，你们按照原计划行事，配合打开城门。尹墨凝声朝着尹卫们吩咐道。对于自己的任务，尹墨可没忘记。虽然他们杀不掉这3个半圣，但这不要紧，只要拖延住他们，让剩下的尹卫打开城门，然后让主上大军进城，这就够了。不好！听到尹墨的吩咐，姜士成顿时脸色一变，
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没错，他是准备有后手2位半圣吗？可现在连他在内的3个半圣都被对方拖住，而对方手下还有300武王之上的高手，自己留守城头上的那些士兵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啊！果然，城头上守军刚一和影卫接触，便面临了一面倒的屠杀，巨大的境界差距让影卫们一刀一个，甚至一群，简直不要太轻松。看着自己麾下士兵被当小鸡仔似的屠杀，姜世成眼皮直跳，这样下去可不行。趁现在，姜世成眼中忽然闪过一抹狠辣，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趁对方半圣没反应过来，自己一举将那些影卫秒杀掉，如此才能解决当前危机。只见姜世成身形一闪，手中灵气匹练凝结，直奔那些正在屠杀的影卫而去。然而，姜世成的小动作还是被尹墨发现了。你的对手是我。尹墨鬼魅般的闪身出现在姜世成面前，挡住了他的绝命偷袭。滚开！姜世成有些烦躁，身上的灵气全然爆发开来。尹墨没说话，黑色面罩下的银牙已经紧紧咬在了一起。面对姜世成这位即将步入圣境的强者，他也是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压力。第20章，面对姜世成的含怒一击，尹墨直接选择了硬抗。两人周身灵气沸腾，武器火光四射，俨然打出了火气。见着自己始终奈何不了对方，姜世成忽然收敛，连退至半空，悬浮而立，面无表情道：“罢了罢了，你去找卢渊前来，我亲自和他说吧。”姜世成心中恨得要死，原本他还想给自己那个侄儿一个下马威，挫一挫他的锐气，同时让自己接下来的谈判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谁知现在自己连对方派来的手下都没能拿下，这一变故直接让姜世成原本的计划破盘了，甚至姜世成都有些脸红，真丢人。对面尹墨可不知道姜世成的心思，听到姜世成竟然想见自己的主上，顿时冷笑一声道：“还想见我主上？休想！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说罢，也不给姜世成解释的机会，再次朝着姜世成冲了过去。姜世成无奈的摇了摇头，得，现在自己想见侄儿一面都难了。面对尹墨的袭击，姜世成无奈，只得再次迎战。6位半圣之间的战斗可谓惊天动地，而北阳城可不像玉门关那种战略级关隘，拥有压制修为的阵法，因此6位半圣举手投足之间就摧毁大片城墙。此处的动静越来越大，城内不断有着守军前赴后继的赶来。这些守军赶来后，见着半圣之间的战斗，他们插不进去，于是纷纷将矛头对准了那些隐卫。闻声而来的士兵毫不畏死的举刀向着隐卫们冲去。城头上的喊杀声冲破了云霄，见着自己一方的支援来了，姜世成一喜，禁卫军死守城门，通知各大营迅速赶来支援。义兄、景兄迅速处理对手，然后协助禁卫军。没问题。好的。姜世成连连下令，让赶来的守军赶紧守住城门，并让自己邀请来的2位半圣速战速决。只要稳定了局势，等自己将面前这个黑衣人处理掉，那么自己就能扳回一城。可马上，姜世成就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因为赶来的那些守军正在被隐卫无情的屠杀，一面倒的屠杀。这些守军赶来的唯一作用，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拖延对方挥刀的那一瞬间。只有一瞬，城头上因为死伤太多，甚至产生了浓浓的血色浓雾。好在人命的累积下，那些禁军士兵竟然稍微拖住了隐卫们的步伐。姜世成心痛地看着这一切，但他却丝毫办法都没有。姜世成知道己方的溃败只是早晚的事情而已。不行，不能再等了！义兄、景兄，我来硬顶他们3人，去解决那些影卫！姜世成大吼一声，一身恐怖的气息全然爆发出来，一脚踏下，城墙直接碎成了蛛网，整个人宛如炮弹发射一般，直冲尹墨3人而来。这一刻，姜世成身上的气息竟然达到了圣境的威能。见状，尹墨露在外面的眸子闪过丝丝凝重，绞爆似的身躯微微绷紧。应付好你们各自的敌人，我来对付他。既然对方动真格的，那么他也要认真对待了。尹墨嘴唇轻启，缓缓吐出几个字道：“影杀顺玉。”这一刻，尹墨直接祭出了自己一直没有动用的武技，独属于尹卫的专属武技。只是瞬间，尹墨竟然直接出现在了姜世成的背后，一点征兆都没有。尹墨手中的匕首高高举起，下一刻就能划破姜世成的脖子。而姜世成见着尹墨竟然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瞳孔也是微微一缩。可恶，他竟然捕捉不到对方的行踪了。正当姜世成朝着四周警戒，突然姜世成感觉自己脖子汗毛瞬间倒立，一股极强的危机感瞬间在自己身后。姜世成下意识的俯身一闪，只见一道寒芒堪堪沿着他的脖子划过，锋锐的刀气甚至已经划破了他坚韧的皮肤，渗出丝丝的血线。姜世成吓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就差一点自己就被砍断脖子了。姜世成凝重转身，看着微微喘息的尹墨，姜世成微微一笑：“你很不错，只不过你这身本领着重刺杀，主重偷袭，现在明面对战，恐怕不是我的对手。”别废话了，战！尹墨喘着粗气，目光中闪过凌厉的光芒。好，姜世成哈哈一笑，就让我来看看你的实力吧。两人皆死死盯着对方，眸中战意昂扬。姜世成看着对方秋水般的黑眸，微微一愣。这一刻，他终于才发现，眼前的这个黑衣人竟然是一个女人。然而，更让姜世成意外的，还
还是他从对方眸中读取到了另外一则信息，那是死忠，对方竟然是一个死士。江世成暗暗惊奇，眼前这个女人不出意外是那个传言中的北域废物手下，可既然是废物，为何还会获得这种高手的死忠呢？难道是老友留下的后手？不解，实在是不解。江世成直接陷入到了浓浓的疑惑当中。不过怎么说，江世成以一拖三的想法还是破灭了。另外2位半圣也被拖着抽不开身。江世成看到这一幕，也只能在心中祈祷那些城头守卫能多坚持一点时间了。一旁警卫们杀着杀着就不自觉地停下，因为周围已经没有守军敢靠上来。当脑海中的狂热散去，看着遍地的尸体，那些守军的眼中只剩下了胆寒。一群守军丢盔弃甲，争先恐后的仓皇而逃，警卫也没动，因为追杀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而他们也不需要去占领城门枢纽了，因为整个城门都已经在刚才的战斗波及中完全碎掉了。终于，鏖战没有持续多久，一道身穿铠甲的雄壮身影忽然降临到了此处，见着混战一起的众人，来者脸上不由露出了兴奋的色彩。主上果然没有猜错，尹墨你们竟然真的遇到情况了，不错。这里看上去有架要打，这下看来应该有我大展身手的机会了。许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脸上还一副战斗狂的变态亢奋。原本许褚还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侦察任务，谁能想到竟然还真有一场战斗等着自己，太爽了！城墙上见着又来了一位半圣，江世成目光一凝，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这下糟了！江世成微微一扫场中的情况，暗道不妙，又来了个半圣，这都是今天出现的第4位半圣了。而且根据他的探查，刚来的这位同样是一位不弱于他的半圣巅峰。江世成疑惑了，以往难得一见的半圣，怎么今天跟大白菜似的，一个一个都冒出来了？要知道，他一路修行到半圣巅峰圆满，才不过认识2、3位半圣好友。看着敌方竟然又有一位半圣赶到，江世成邀请前来助阵的那2位半圣顿时就萌生了退意。3打4，也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人要1挑2，打一个他们还有余力，但若是以1敌2，他们必然败北。那个啥，江老哥，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哈。邀我助战的悬赏我也不要了哈。对，我家里还有1炉丹药正在炼着呢，我得赶快回去看看。你允诺给我的那些东西我也不要了。面对身家性命的威胁，2人果断选择了撤退。闻言，江世成张了张嘴，最终阻拦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这种阵仗，对方临阵逃脱，自己也不能说什么，还能让人留在这送死吗？再说，对方若是一心想跑，自己也拦不住啊。然而，就算那2位半圣想走，雨香和尹妮也不答应。想走？晚了，刚才不是打得挺爽的吗？许褚，快来，先帮我解决这老东西。雨香冷笑一声，直接呼唤许褚来帮忙。这几人就属他的实力最低，刚才面临的压力也最大。现在好不容易等到自己援军来了，哪那么容易就放对方走呢？别走，看招！雨香怒喝连连，各种招数直接朝着对方身上招，直接就是使出了全力留人。别急，我来了。许褚咧嘴一笑，巨熊般的身躯直奔雨香这边而来。你给我滚开呀！那2位半圣见着雨香完全是以伤换伤，不要命的打法，心中也是一阵烦闷，跟个狗皮膏药似的，打又打不死，逃又逃不掉。2人被拖的要紧，也是急了，拼了！2人咬咬牙，直接就祭出了自己的底牌。只见其中一个半圣拿出一枚玉石大印，大印上刻着繁缛的玄文，其上不时有一道道宝光闪烁，一看就是属于极品法宝的行列。翻天翼！这位半圣刚想施展法宝，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了一股让他站立的气息，直接锁定了他，顿时手中的动作也不敢动了。圣剑！这位半圣瞳孔不自觉地放大，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口水。没错了，这种让他灵魂都恐惧的气息是圣境无疑了。这时，远处之外忽然响起了一阵阵庞大沉重的马蹄声，带起尘土飞扬，沙石碎震，如雷鸣咆哮。太好了，施主上来了！雨香率先反应过来，兴奋地大吼道：“果然，一道血线正从远处地平线飞速而至，一袭白甲，白雪棕马，大雪漫盖，正是龙骑军。而龙骑军后面跟着的是县阵营。没错，龙骑军和县阵营已经收拾完了残局战场，将赵匡胤残余的大军全部剿灭，这才腾出时间前来进攻北阳城。大军前面正是元左宗和高顺2人。雨香一眼便看到了2人，元左宗、高顺，快来助阵！然而听到雨香呼救，2人一动未动，反而恭敬地看向了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在得到年轻男子的点头同意后，2人这才脱离大部队，朝着城墙飞来。来了！高顺兴奋地舔了舔嘴唇上的鲜血，眼神死死锁定了其中一个半圣。谁都不要和我抢，他是我的了。先前元左宗已经镇斩了一位半圣，他可还没有呢。如今主上可就在后面看着，他总得表现表现吧。而此时看着又有2位半圣前来，江世成直接惊了。什么？竟然又来了2个半圣！江世成目瞪口呆，这半圣强者真成大白菜了，眼前这都出现6位半圣了。一瞬间，江世成的心底没由来的升起一阵惶恐，这场面他有点把握不住了。就算他再厉害，也不能1挑6啊。而一旁，江世成邀请前来助阵的那2位的半圣强者，此时更加恐惧。不仅仅是敌方来了6位半圣，而是刚才那一瞬间，他们就感觉一股莫大的危机锁定了他们。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恐惧天性，让他们忍不住汗毛倒立。老江，你可是把我们害苦了。
两人嘴角一阵苦涩。身为半圣巅峰，对于锁定他们的内部气息，他们心中已经有所肯定，那定然是一位真正的圣境。被一位圣境强者锁定，任谁也不可能保持淡定。特别是江世成，面对元左宗这位半圣巅峰强者，都已经很艰难了。再加上尹墨在一旁偷袭，好几次都命悬一线，差点被直接送走了。停！终于，江世成的好不容易挡住了尹墨的一次袭击，立马远远朝着大军方向喊道：“来者可是卢渊侄儿，我是你江叔叔，和你父亲熟识，乃是至交好友。”江世成满脸苦涩，再不表明身份，自己就要被斩杀在这个地方。江世成这一嗓子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尹墨狐疑地看了江世成一眼，这家伙莫非真的认识他们主上？算了，反正主上现在已经到了，看看主上怎么说吧。反正对方逃不掉，若不是再杀了也不迟。尹墨按了按手，示意另外5人暂时先停下手。终于，在江世成希冀的目光中，陆渊缓缓地站了出来。江叔叔，世侄，怎么，我认识你吗？还是你认识我？陆渊斜瞥了江世成一眼，满脸的疑惑。一旁，尹墨冷着脸，手中的匕首再次缓缓举起。这个老贼竟然还敢骗主上，该死！见状，江世成满头大汗，尴尬一笑道：“世侄说笑了，你怎能不记得我呢？我和你父亲陆晴天可是至交好友，手足兄弟啊！对了，当时你父亲衣冠冢出丧，还是我抬棺的呢。”听到江世成这么说，陆渊总算有了一些印象。哦，原来是江叔叔啊，有印象。陆渊恍然道：“有时候前身的记忆不刻意去想，自己压根就想不起来。更何况现在江世成一脸狼狈样，陆渊就更不可能一眼认出来了。”见着陆渊认出了自己，江世成如是重负一笑：“不打紧，不打紧，世侄认出我来就行。”接着，江世成自来熟似的、热情的就想飞到陆渊身边，想要和陆渊套个近乎。陆世侄，真是好久不见啊！想当初，你还是一个……你这是什么意思？拦我做什么？谁知江世成刚一动作，旁边的尹墨却一把将其拦住，并警告似的看向江世成，仿佛对方再敢向前一步，他手中的匕首马上就能在他身上开个大窟窿。见状，江世成立马恼怒的看向尹墨：“哎呦，你干嘛？没看到我和你主人相识吗？我可是你主上的叔叔，刚才你和我交手，我还没找你试了，现在竟然还敢拦我，信不信我让卢渊这小子让你吃个苦头？”然而，面对江世成的威胁，尹墨还是一脸木然。他可不放心这个刚才还和自己刀剑相向的人接近自己的主上，除非陆渊亲自发话。见着尹墨不为所动，江世成脸色顿时有些的难看。这么多人看着，这让他把脸往哪搁？随即，江世成转头看向了陆渊，以长辈的口吻阴阳怪气道：“卢世侄，你这怎么调教的手下，一点礼貌都不懂？要是我，肯定狠狠地惩罚一番。这样不懂事的手下，就该得好好教育一番，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看着场上仿佛他才是老大一般的江世成，陆渊突然笑了，同时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嘲讽。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玩意，竟然还教训起自己人来了。没错，眼前这个姓江的，的确是前身父亲的生前好友，但关自己屁事。见着陆渊竟然也一点反应都没有，既没开口阻拦尹墨的行为，也没搭理他的话，就那样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江世成顿时有点尴尬，脚趾头都能在地上扣出个30一听了，这样搞的自己就跟个小丑一般。顿时，江世成眼中一抹阴郁一闪过，虽然脸上仍然笑呵呵，但心里却已经把陆渊给记恨上了。小崽子，敢让我下不来台，总有机会我让你好看。场上的气氛尴尬了几分钟后，陆渊终于开口了：“江叔叔，我前来北阳城，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而且我为什么会来这儿，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吧？既然如此，你明知是我，为何还要对我手下动手啊？难道江叔叔也是歧视我叛贼的身份呢？”陆渊漫不经心地扣着指甲，似笑非笑地看向江世成，虽然不是质问，但语气却隐隐地带上了一丝不善。这是陆渊刚才突然想到的问题。眼前这个江叔叔可是身为北阳城城主，陆渊不信自己的到来，他提前能没有任何消息，而对方明知道是他，却仍然放任赵宽引骑军夜间前来偷袭，甚至尹卫偷城时，这位叔叔还出手阻止，与尹卫他们大打出手，做出这样事来，现在却笑嘻嘻地和自己认亲，让陆渊怎能不怀疑对方的动机？陆世侄多想了，叔叔绝对不是这样想的，只是这……被陆渊这么一问，江世成顿时老脸一红，一时哑然。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了。难道他还能和陆渊明说：“我原本想敲打你一下，挫挫你的锐气，杀你一些手下立个威，然后再以胜利者的身份劝你投降，或许还有机会获个剿灭反贼的功劳，成功晋升的吗？”这肯定不能明说啊！一旁看着江世成支支吾吾的样子，陆渊心中也已经了然。
实锤了！这个所谓的江叔叔，果然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想到这，陆渊的眼眸逐渐变冷了起来。你可真是我的好叔叔呢。陆渊冷冷一笑，呸，真是惺惺作态。不过陆渊却并没有立马撕破脸皮，而是朝着江世成身边另外2个陌生半圣女努嘴。对了，江叔叔，这2位是何人呢？听到陆渊转移话题，江世成不由松了一口气。见着陆渊又问起自己的2位朋友，江世成不由打着哈哈道：“哈哈，那2位是我2个朋友，都是半生境界的高手。那个陆世之啊，能不能让你的手下先把武器放下？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刀剑相向呢？”江世成连说话都有些小心翼翼，没办法，身旁尹墨还拿着匕首一直指着他呢。陆渊没有理会江世成，而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继续问道：“哦，原来是江叔叔的朋友啊。对了，我父亲也认识他们吗？”“那倒不认识，他们只是我的好友，你父亲也没见过他们。”“哦，原来是这样啊。”陆渊目光一闪，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既然和我父亲没关系，那就直接送走吧。毕竟他们可不是我亲爱的叔叔呢。陆渊微微一笑，亮出了一排白牙，2个半圣，算起来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气运值呢。好，多谢值。哎，不对呀，送走。江世成眼睛猛然瞪大，好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一般，不可置信地对着陆渊道：“陆世之是不是搞错了？他们可都是你叔叔我的朋友啊，甚至论资排辈，你都还应该叫他们一声叔叔。你怎么能对长辈不敬？”说着说着，江世成好像突然找回了长辈的威严，对陆渊说话都带上了教训的态度。呵呵，陆渊冷冷一笑，神马东西，竟然还敢教训自己！要是这江世成真心对待自己，说不定自己还可以像对待长辈一样对他恭敬一些。可现在这个江世成明显拥有异心，自己还恭敬个屁啊！陆渊眼神戏谑，笑淙淙道：“没错，江叔叔，我确实是要送走他们啊！敢与我为敌，那么他们之前肯定做好了送死的准备了吧？哪有能杀人却不能被别人杀的道理？你说是吧，江叔叔？”说到最后，陆渊似笑非笑的意有所指。说来，这个江世成可是同样对尹卫他们动手了，也就沾了前身父亲的光，自己饶他一命，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闻言，江世成勉强一笑，他也是听出了陆渊的言外之意，语气下意识的就弱了下来。陆世之，就别和叔叔开玩笑了，他们可是叔叔的朋友，还不赶快放了他们？放心，我让他们都记住你的大恩大德，日后肯定会报答你的。闻言，陆渊冷笑一声，眉眼之间浮现出了一抹不耐。马德，他最烦别人用道德绑架，人家都欺负到他的头上了，还要他原谅对方，痴心妄想，真把他当活菩萨了。许褚，动手吧，让江叔叔的这2位朋友走得痛快些。陆渊脸上仍是人畜无害的笑容。诺。一旁，许褚得到陆渊的命令后，直接冷笑着朝着2人走过去。要说现场众人心理状态变化最跌宕的，当属许褚了。原本他还想要大干一场的吧，结果陆渊这边立马就到了，并且与敌人好像还认识的样子。就在许褚失望的以为自己砍不了人了的时候，结果陆渊一声令下，自己又能砍了，当真是一波3折。见着陆渊没开玩笑，竟然真的要砍那2个半圣，江世成猛了，而那2个半圣强者更猛。马舵，明明3人都是一伙的，为什么光杀他们，江世成却没事？那2个半圣忽然怨毒地看向了江世成。江世成，你个老六啊，把我们坑死了！江世成，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老子做鬼也不会放了你的！我是8辈祖宗！ 2人语言万分咒骂，恨不得直接把江世成生吃了。在他们看来，他们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全都是江世成的过错。要不是对方邀请自己前来，哪能发生这些事情？而且，凭什么大家都一起的，只有我们先死？这不就是专门引诱他们过来，活生生把他们坑死了吗？呵呵，江叔叔听到了，你为他求饶，他们非但不领情，还来骂你。许褚，还不赶快动手！ 陆渊被聒噪的不耐烦，直接催促道：“斩！”许褚一声怒吼，2个半圣直接被许褚一刀抹杀。陆渊！江世成一声大吼，气得差点吐血，脸色更是难堪无比。这个小子竟然把自己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更让江世成可气的是，自己那2个半圣朋友，自己低三下四为他俩求饶，竟然还不识好歹来骂自己。现在死了吧，真是活该。陆渊装作一脸无辜样：“江叔叔别急啊，虽然你同样对我手下动手了，但谁让你是我江叔叔的？这次。” 咱们就既往不咎了吧？你……正当江世成恼怒开口，想要言语教训一下陆渊时，却忽然注意到了陆渊冰冷的目光。就是这一眼，顿时让江世成心底陷入一边冰冷。他有种感觉，要是自己再多
下一个死的绝对是自己。姜氏成人都妈了，原本他以为拿捏自己这个侄儿简直易如反掌，谁知对方竟然这么的杀伐果断。这时姜世成才忽然想起被自己忽略的一点，现在自己好像才是求饶的一方。陆渊朝着尹墨他们努努嘴，示意看好的自己的这个姜叔叔，现在还不是斩他的时候，稳定北阳城，甚至整个凉州都还能用得到他。况且他可是自己的姜叔叔。大军进城，如有反抗者，就地格杀。陆渊下令道：“现在整个北阳城的城墙都已经受损，大军直接开拔进去便可。现在没了高层战力的阻挡，陆渊大军进城可以说是毫无阻碍，占领北阳城已经成了定局。”这时，陆渊已经走到了姜世成的身旁，李三刀已经现身守护。陆渊也不敢大意，让李三刀看紧一点。若是这个姜世成有什么异动，直接当场击毙。自己现在只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万一这个姜世成突然暴起，把自己弄死了，到时候自己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姜叔叔，现在整个北阳城的守军还有多少？此时，姜世成还在失神，听到陆渊冷不丁的一下问自己，姜世成顿时吓得一激灵。这时，姜世成的忽然注意到了陆渊身旁的李三刀，姜世成的呼吸不由得一滞，他没看错吧？那位竟然是一位武圣，一位真正的武圣。姜世成心中顿时万马奔腾的震撼，陆渊拥有6位半圣手下，就已经让姜世成惊骇到了，现在竟然又直接出现了一位圣境。半圣虽也沾了个圣字，但和真正的圣境相比，那简直就是云泥之别。要知道，整个大周皇朝半圣泛少说也得有1800人。而武圣则不超过10指之数，由此可见武圣的罕见。这一刻，姜世成都怀疑陆渊是不是成为哪家圣地的圣子。不，就算是圣地圣子也没这待遇啊！一位武圣贴身随行。此时被一位武圣盯着，姜世成自然不敢妄动，老老实实的对着陆渊回答道：“大约还有10来万吧。现在城被破，北阳城的守军估计已经退至了城北大营中去了。”姜世成不确定地说道：“北阳城身为凉州郡城，守军差不多有10万左右的样子。除去赵宽颖带去偷营的齐军，其剩下的禁军也应该有个7、8万，两者加起来应该逼近20万。但在守城的过程中，这些守军又被隐卫的斩杀的损失惨重，以至于连他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士兵了。”城北大营，陆渊呢喃了一句。之前雨香刺探完北阳城的情报，也和他上报过城北大营的情况，乃是整个北阳城军队的驻扎之地，就连赵宽颖所带来兵马也都一同驻扎在那里。都在城北大营中吗？呵呵，这就方便了。陆渊呵呵一笑，若是这些士兵都溃散开来，他还不好一个个的去围剿，而现在都聚集到了一起，正好一举歼灭。对面姜世成可不知道陆渊的心中所想，听到陆渊问起士兵人数，姜世成心思顿时活络起来。呵呵，这陆渊估计是想收编那些士兵吧？他现在谋反应该是急缺兵力支持的，而自己身为北阳城主，耕耘北阳城多年，在北阳城中多少有些威望。陆渊要想顺利占领北阳城，顺利收编那些溃军，肯定要借助自己之手。想到其中的关系厉害，姜世成又不由挺了挺腰板。到时这陆渊若想要请我出马，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先让他吃憋，届时10几万大军在手，就算陆渊再想动我，也得掂量掂量。姜世成在心中得意的想到，等自己回归到主动地位，他一定要让陆渊对今天的嚣张后悔，竟然敢不把他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姜世成心中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放心吧，英姐，交给我好了。许褚同样传声，郑重地朝着尹墨保证道：“希望如此。”尹墨的临走时，冷冷地看了姜世成一眼，万一对方敢行不轨之事，自己一定要让这个人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城北大营之前，姜世成已经将所有的兵权暂时交给了凉州的都尉，这凉州都尉名叫陈金柱，也是的一位武宗巅峰级别的强者。此时，陈金柱在得知了北阳城被陆渊攻陷，并且陆渊大军正在前来的时候，也是召集了大营内的所有人马。怎么这么突然？那个卢渊真有那么厉害？北阳城竟然说破就破！还有那个赵匡胤，真是个10几万大军前去偷营，结果却被人全歼了。陈金柱骂骂咧咧道：“他今晚才刚搂上辛纳的第106房小妾，还没来得及上手，就突然接到了手下的紧急军令，这让他懵逼的同时，还的感受到了一阵恼怒。一群这么多人打一个王爷，还能让人家给翻盘了，还牵连到他，无法享受春宵时刻。”一旁听到陈金柱的叫骂，那些来自禁卫军的将领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虽然那个赵宽颖确实的，但怎么说，赵宽颖也是他们禁卫军的首领。陈金柱这样骂，无疑是把他们禁卫军的脸踩在地上摩擦。陈将军，你这样说可就有些不太好吧？我们赵将军好歹也是女帝钦点的大将军，怎是你这个小小都尉可以侮辱的？一名禁卫军的首领脸色难堪地站出来，气愤地说道。闻言，陈金柱眼神顿时一眯，眸中顿时凶光闪烁。这算个神马东西，敢来指责我？我说你们禁军全都是怎么了？本来就是一群腐嘛！你们赵将军，我看更是一滩。呸！
陈金柱暴怒道：“本来他今晚的心情就不好，现在这禁军首领的一番话，无疑是对他的怒气再次进行火上浇油。”你闻言，禁军首领脸色顿时一变：“你什么你？我看你是想找死！”陈金柱一声怒吼，一身武宗巅峰的气息更是直接释放了出来。霎时间，恐怖的气息让周围所有人都不由呼吸一滞。刚才还在唧唧歪歪的一群人瞬间住嘴了。察觉到陈金柱身上骇然的气息，那禁军首领刚想说出口的话，不甘的硬生生的咽了下去。惹不起啊，他只是个武宗初阶，面对陈金柱这个武宗巅峰，甚至只差一步就能踏入半圣境界的强者，实在是压力山大。这名禁军首领冷声一哼，就想息事宁人。然而他刚悻悻地转身退回去，这时陈金柱却忽然发难。我让你动了吗？陈金柱怒喝一声，抬手便是一道灵气手掌，紧紧箍住了禁军首领的脖子。那禁军首领虽和陈金柱同为武宗，但实力却天差地别。何况陈金柱还是突然袭击，这让他一点防备都没有，直接被拿捏住了。虽然这位禁军首领拼命反抗，但掐在他脖子上的灵气手掌却越来越紧，青筋绽放的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道红印，脸上更是窒息成了猪肝色。旁边众人看到陈金柱的忽然暴起，顿时惊惧地看向了陈金柱。大胆！陈金柱，我们可是皇家禁卫军，只属于女帝麾下，你竟敢对我们出手，我看你是找死！陈将军，快放手，他快要被你掐死了！众人顿时乱作了一团。禁卫军那边自然不是吃亏的主，立马将陈金柱团团围住。可这毕竟是城北大营，是陈金柱的地盘，我看谁敢动！早看你们这群不顺眼了！双方顿时剑拔弩张起来。终于，在那禁军首领快要被掐死时，陈金柱终于松手了，灵气手掌缓缓消散，禁军首领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凸起眼珠，大口的喘着气。再看向陈金柱的目光已经满是惊惧。疯了！这陈金柱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真的对他们禁卫军动手了。难道他就没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哼，真是贱骨头，非得挨顿收拾才老实。现在只是一个教训，让你明白，不能什么时候都能给你犬吠的机会。陈金柱冷笑一声，眼中不屑言溢于表。面对陈金柱的嘲讽，在场的禁军一个个的都攥紧了拳头，但都不敢发作。没办法，形势强于人，不得不低头啊。等他们回去，一定要上报女帝，让这个东西付出代价。到底这个禁军首领还是没能死在陈金柱的手中，但陈金柱立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好了，既然现在都没问题了，那就按照我的吩咐办事吧。我丑话说在前面，若是有谁对我的命令阴奉阳违，别怪我不客气。陈金柱嚣张地对着众人警告道：“身为这里的土著，也是在场修为最高的强者，他陈金柱就是这里的天。”接着，陈金柱给众人下达了作战命令。虽然陆渊大军威名赫赫，但陈金柱可从来没想到逃跑。手握10几万大军，他就不信打不过陆渊了。若是一战成名，他也算是光宗耀祖了。轰隆隆，没过多久，龙骑军如期而至，10万龙骑军疾驰，整个大地都在颤抖，一片白甲茫茫，带着雪崩天地的浓浓压迫感。看到龙骑军如此凶猛的气势，北大营所有人的心中不由升起了一抹恐慌。好恐怖，这支部队真的可能战胜吗？慌什么？别慌，准备好剑士弩车，准备迎敌。陈金柱一声怒斥。说实在的，看到这支军队的瞬间，原本信心满满的陈金柱也忽然的没底。但身为主帅，陈金柱还是赶忙压制了心中的慌乱，强装镇定地朝着手下士兵下令，准备迎敌。城北大营顾名思义，只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大营而已，营墙可比不上北阳城那种雄伟，就是一些泥土和少量砖瓦筑起来的小岗。看着简单劣质的城墙，元左宗脸上不屑一笑。这种城墙，龙骑军一个冲锋就能撞碎，毕竟重甲骑军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龙骑军列阵冲锋，元左宗直接下了冲锋的命令。对方这种敌人，直接以雄兵横推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任何战术。北大营营墙上，看着开始逐渐加速的白甲重骑，所有人的手心开始紧张，渗出汗水。龙骑军给他们的压迫感实在太大了，甚至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此刻天地间唯有马蹄声。禁卫军准备好猎龙弩，速射一轮，然后放弃远程攻击，全体准备近身搏斗。满是紧张气氛的城墙，这道声音尤为的刺耳。一位禁军校尉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紧张地给麾下士兵下达了一道命令。可就是这样一道普通的命令，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个谁，你还能不能分清大小王了？这里现在归我统帅，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的。陈金柱满脸横气，身上的暴虐气息缓缓升起。现在他的心里已经被龙骑军的强大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个禁军校尉就成了一个宣泄口，没有理由，或者只需要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让他把心中的压力宣泄出去。啊！那禁军校尉微微一愣，自己下的这个的命令有错吗？没错啊，很合适现在的战场情况啊。陈将军，我们可是皇家禁卫军，我们的作战方法呢？您毋庸置疑啊！然而这校尉话还没说完，直接就被陈金柱一拳贯穿了胸口。
禁军校尉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胸口大动，至死之时也没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这里是我的战场，我是主帅，我说了算。要是再越位下令，别怪军法无情了。陈金柱满眼阴翳地说道，在他旁边吆五喝六的，烦不烦啊？其实对于这群禁卫军，陈金柱早就看不顺眼了。之前这群东西进城时，差点伤害到江浅明的事情，也传到了他的耳里。要不是江世成下令不能产生不必要的敌意，他早就找这些禁卫军算账。哼！陈金柱冷哼一声，将注意力放回了龙骑军的身上。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抵御住那些白甲重骑的攻势。旁边那些禁卫军看着自己的同僚被杀，不禁兔死狐悲，心中恐惧的同时，也是充满了愤怒。马舵，他们皇家禁卫军什么时候受过这个鸟气？而且现在他们还得帮这个娘养个手着，不少人的心中都萌生了退意。反正这北阳城又不是他们的，就算丢了，那也与他们无关。一些人眼神偷偷乱瞟，心中俨然开始规划退路。很快，龙骑军裹挟着浩大的声势，直接撞在了营墙上。领头的元左宗一杆长枪化成了一条巨龙，凶猛地向前戳去。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半瞬之力骤然爆发，看似坚固的营墙直接被元左宗轰了个稀碎。而那些原本站在城墙上防守的士兵，也被元左宗这强大的一击一通粉碎，连带的城墙化作了齑粉，彻底消散在了天地间。城墙断裂处，劫后余生的士兵呆呆地看着身边的断裂，眼中更满是恐惧。一些士兵恐怖之下站立不稳，直接从高处摔倒地上，随即被冲锋而过的龙骑军铁蹄直接踏成了肉泥。看着营墙这么容易就被破了，陈金柱脸色顿时狂变。然而更让他骇然的还是元左宗刚才爆发的气势，一位半圣强者。陈金柱心中惶恐万分，头皮发麻，脚下都忍不住想立刻逃走了。对面竟然有半圣强者，这还怎么打啊？不对，还有回转的机会。只要我坚守片刻，这里的情况被江城主得知，肯定会前来救援。届时对方的那个半圣就不成疑虑。想到自家城主可是一点巅峰极限半圣，陈金柱不由恢复了一丝镇定。只要自家江城主来了，眼前这些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然而陈金柱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家的江城主已经投敌了。可怜的他，甚至还将希望寄托在了江世成的身上。此时心中有了底气，陈金柱又恢复了镇静，开始指挥战场。弩车，快给我射！射击！给我守住！你们禁卫军呢？快给我上去堵住缺口！看着营墙破了，陈金柱立马吩咐那些禁卫军前去堵住城墙漏洞。什么？让我们去？闻言，那些禁卫军高层也是变得难堪起来，让他们用肉身去阻挡骑兵的冲锋。你看他们像傻子吗？怎么有问题吗？陈金柱森然一笑，没有。禁军首领咽了咽口水，唯唯诺诺道：“面对的暴虐的陈金柱，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口。谁敢啊？刚才被一拳掏死的校尉就是很好的一个前例。无奈迫于陈金柱的淫威，他们只得指挥自己的手下前去填补这个窟窿，反正自己躲在后面就好了，死的又不是自己。然而那些禁军士兵前往，别说阻拦了，就连拖延龙骑军一丝一毫都做不到，简直就是排队送死。特别是元左宗，没有高手的阻拦，屠杀这群修为普通的士兵，就跟宰小鸡子似的，一枪下去，直接数十人爆成了血雾，甚至连块碎尸都找不到。那些守军恐惧地看着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元左宗，其周身方圆10米之内，谁也不敢靠近。龙骑军一直冲杀，甚至直接杀穿了整个北大营。北大营可是能驻扎几10万军队的大营，龙骑军就这样横贯而去，可想而知，龙骑军遭遇的抵抗有多么的不堪。掉头！继续冲杀！元左宗面无表情，率领龙骑军一个回转，再次朝着北大营猛扑回去。营地内，看着贯穿整个营地，然后潇洒离去的龙骑军，所有人都双目失神。龙骑军的凶残，直接给他们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算整个大陆也找不出这么凶残且强大的骑军了吧？然而，正当他们以为好歹有个喘息的机会时，谁知龙骑军竟然再次杀了个回马枪。不行了，快撤！他们就是一群恶魔！恶魔啊！妈妈呀，我要回家，别杀我！这仗谁爱打谁打吧，兄弟们，城门在那边，我们一起冲出去。经过上一轮冲杀，见识过龙骑军的强大之后，现在几乎没有士兵再愿意面对龙骑军了。那是打仗吗？那分明是送死。就当那些溃兵与死神赛跑，拼命地逃出城门后，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刚逃出了死神的手掌，马上又入了阎王爷的怀抱。来得正好，现阵营来活了。城门处，高顺率领县阵营满脸狞笑，他们县阵营可早就恭候多时了。高顺一声令下，一群凶猛的重甲步兵直接如猛虎出笼，奔着那群溃兵冲去。我投降，饶我一命吧！别杀我，我投降，投降啊！那群溃兵丢盔弃甲，战意全无，面对县阵营，直接就是跪地求饶，渴望留得一命。然而，面对已经跪地投降的这些士兵，县阵营却一脸冷漠，手中的大刀更是毫不手软，直接朝着跪在地上的士兵砍去。啊！为什么？为什么我都投降了，还要杀我？不要啊！高顺冷着眸子看着这一切，心中冷笑不止。来之前，他就已经得到了陆渊的命令，不接受投降，一概斩杀。县阵营将敌方全部歼灭，
一个不留。一群溃兵而已，县阵营很快将其屠杀。高顺意犹未尽地擦了擦刀上的血渍，看向了北大营的方向。整个城北大营可是将近有20万的守军。县阵营留下2万镇守四方城门，防止有人逃逸，其余人皆随我进城，策应龙骑军。杀！高顺森然一笑，城内20万人马，应该能让他杀个痛快吧？城内，此时龙骑军已经在城北大营内打穿了几个来回，地面上嫣红一片，到处都是被马蹄踏成的黏糊糊的血肉。这元祖宗也不知道给我留点汤啊！高顺撇了撇嘴，这尸山血海的景象，或许在别人看来能吓破了胆，可在他们这却习以为常。看着周围还有一些零散的溃兵四散奔逃，高顺毫不犹豫地直接提刀杀了过去。毕竟蚊子再小，那也是肉啊，塞塞牙缝也是好的。营墙上，随着士兵的溃败，那些守军高层将领也知道大势已去，心中更是毫无战意，退意横生。陈将军，你好自为之吧！所有禁卫军听令，给我撤退！那些禁军将领直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现在营墙都破了，还守个屁守啊！更关键的是，他们根本打不过啊！就算留下来，也只不过是伸着脖子给人屠杀而已。我看谁敢走！陈金柱满脸怒气，这群该死的狗东西竟然还想临阵逃脱，关键的是竟然还不喊他一起。一众禁军将领看着跑得比他们还快的陈金柱，这群禁军将领不由得无语了。这孙子刚才还喊打喊杀，结果现在却跑得比谁都快。不过他们虽心中腹诽，脚下的动作却不慢，一个个溜得争先恐后，生怕比别人慢了一拍。然而天不顺人意，就当陈金柱等人刚逃到城门时，结果却被高顺直接逮个正着。一群大鱼啊！看着一群身穿将铠的陈金柱等人，高顺眼睛顿时的一亮，杀100个小兵都不如杀这一个主将来的痛快，何况现在还有一群。滚开，别挡路！见着高顺拦路，此时正急于逃跑的陈金柱直接就飞身一掌朝着高顺袭去，意图赶快打通阻碍，趁快逃走。笑死！你怎么敢的？见着对方竟敢率先朝着自己出手，高顺顿时哑然一笑，真有勇气！一个武宗一脸不耐烦的朝着半圣出手，你小子是第一个，给你脸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高顺一身半圣的恐怖气息升腾而起，夜空中肉眼可见的能量潮汐缓缓形成。陈金柱顿时被高顺突然升起了气息吓了一跳，这让自己毛骨悚然的气息，这竟然又是一个半圣！一想到自己现在还正不知死活的冲向对面，陈金柱脸色急变，袭在半空的身形顿时变换，直接当场来了个滑跪，扑通一声：“饶命啊，前辈！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求求您饶了我吧，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只要您饶我一命。我不想死啊！”陈金柱跪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饶道，心中却直骂自己傻逼，刚才的行为是嫌自己死得太慢了。陈金柱身后几名守将也好不到哪去，都是惊恐的跪在地上投降，甚至跪得比陈金柱还快。其实这也不怪他们软骨头，任谁修炼个几十几百年，好不容易修炼到武皇武宗境界，拥有数千年的寿命，到哪里都能作威作福，当个土皇帝，谁都不想办到横死。可以说，修为越高的人越是怕死。然而高顺却将陆渊的命令贯彻到底，面对陈金柱的求饶，心里只感觉有几分好笑罢了。有趣的一个人，不过下辈子还是注意点吧，千万不要和不该招惹的人作对。高顺凌厉的一刀下去，一群武皇武宗瞬间成了碎尸。陈金柱不甘的瞪大了眼睛，直到最后，他也没能等来他心心念念的江城主。城北大营双方数十万人之间的战斗，按理说应该声势浩大，然而那些守军面临的就是碾压与屠杀。战斗仅持续了小半个时辰就已经结束了，20万守军和禁军全部被碾杀。北阳城定。恭喜宿主麾下斩敌367893，奖励气运值8233400。恭喜宿主获得一场超大型战役的胜利，并将敌人全军覆灭，获得50万气运值奖励。恭喜宿主掌控益州主城，奖励50万气运值。随着北阳城彻底落入陆渊的掌控，系统的声音也在陆渊的耳边响了起来。看着自己账户内足足有924万的气运值，陆渊欣喜一笑。看来城北大营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不错，一波肥。对于城北大营的结果，陆渊意料之中。面对人均50修为之上的龙骑军和县阵营，北大营的那些守军就是一群土鸡瓦狗。900多万气运值，盯着那气运值账户那一长串数字，陆渊眼神火热，这意味着自己又可以进行9次圣级抽奖。不过陆渊却将目光放到了地级抽奖的选项上，不知道地级抽奖奖励又是怎样的呢？陆渊眼中金光闪烁，现在的他已经不满足仅限于圣级抽奖上，圣级抽奖自己就能获得龙骑军、李三刀这样的恐怖手下，地级抽奖肯定有过之而不及，但是地级抽奖需要1000万气运值一次，现在自己拥有900多万气运值，距离1000万地级抽奖还差临门一脚，看着就差那么一丢丢的气运值，陆渊有些牙疼。许褚，过来。主上有何吩咐？去给我砍几个人啊！许褚立马愣住了。
主上要砍谁？一听到陆渊要他砍人，许褚顿时跃跃欲试。这馅饼掉的实在是有点突然了吧？只要陆渊的说出个名字，不管是谁，就算是自己的爹娘，他立马就去砍，都不带犹豫的。是啊，砍谁好呢？陆渊眉头微微一皱，现在北阳城已经被收复，守军已经全部被斩杀，还差个70多万的气运值，说多不少，说少不多，但一时间也很难凑齐。眼下恐怕也只有……陆渊下意识地瞥了走在前面的姜世成一眼，一个极限巅峰半圣的价值，应该值得70多万气运值了吧？姜世成走在面前，忽然感觉背后一冷，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狐疑的回头一看，却见陆渊正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脸上一副桀桀的笑容。姜世成脸上还带着笑，心中却是一惊，这陆渊该不会是想对自己动手了吧？不过姜世成马上否定的摇了摇头，不可能，陆渊想要顺利拿下北阳城，甚至整个凉州，绝对不可能失去自己，否则以他叛贼的身份，恐怕阻碍重重。自己的存在对于顺利收复北阳城，甚至整个凉州都是至关重要的。只要陆渊还存有理性，那就绝对不可能动自己。没错，姜世成猜的不错，但只可惜只猜对了一半。他现在在陆渊这确实很重要，但却不是他想象的那种重要，而是想要杀他，凑齐第一次地级抽奖所需要的气运值的重要。看来自己的这个姜叔叔是留不得了啊！陆渊心中暗暗狞笑，能为自己的地级抽奖出份力，也算是自己这个姜叔叔能做出的最后贡献了。相比于顺利无阻碍的掌控北阳城，尽快进行地级抽奖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许褚，你刚不是问我要砍谁吗？现在这人就在你眼前了。陆渊朝姜世成的方向努努嘴，主上，姜世成。许褚挠挠头，确定了一下，没错，诺。得到陆渊的肯定，许褚毫不犹豫的应声答应下来。管他是谁呢，只要陆渊下令，他谁都砍。看向姜世成，许褚眸中骤然浮现了一抹兴奋。太好了，这姜世成和自己同境，这下应该能让自己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了。然而许褚刚想动手，这时一个娇俏玲珑的少女忽然气喘吁吁地闯入了众人的视野。爹爹，爹爹，我可终于找到你了！你跑哪去了？我找你找的好辛苦。浅宁，你怎么在这儿？姜世成见到来者，顿时一阵惊呼。没错，来者正是姜世成的女儿姜浅宁。姜浅宁擦了擦眼泪，焦急万分道：爹爹，出大事了，天大的事！城北大营被袭击，20万大军和陈叔叔他们都已经战死了。呼！姜浅宁一席话，顿时宛如惊雷般在姜世成脑海中炸响。城北大营被袭击，20万大军皆战死。姜世成脑袋一晕，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起来。这个消息直接把他砸懵了。谁干的？不对。这时，姜世成脸色突然的巨变，下意识地看向了陆渊方向。城北大营被袭击，在这个时间节点，有能力也有胆魄的，恐怕也只有眼前这个狠人了。姜世成深深地看了陆渊一眼，心中不由得浮现出一抹惶恐。这个消息一出，自己之前的所有猜想和底气，无疑全部被推翻了。原来自己所凭借的底气，在人家眼中压根不值得一提。什么收服，什么归顺，人家眼中直接杀！爹爹！姜浅宁看着愣在那里的姜世成，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北阳城被破，现在城北大营也被破，姜浅宁急的眼泪都掉出来了。可当他想冲到姜世成身边的时候，许褚踏前一步，直接把姜浅宁拦了下来。再敢上前一步，死！许褚的眸子冷冷地扫过姜浅宁，虽然对方是一个绝世美人，但许褚却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样子。为了主上的安全，敢擅自踏进主上周身的死。姜浅宁还以为许褚是姜世成的手下的将领，本想开口呵斥，但被许褚冰冷的眸子一扫，顿时咽了咽口水，身后不由惊惧地出了一身冷汗。他有种感觉，若是自己不听对方的警告，真的有可能会死。姜浅宁的大小姐脾气瞬间收敛了。浅宁，我没事。这时姜世成也缓了过来，抢笑地对着姜浅宁道：这个消息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大到他都有些承受不住，脸上的运筹帷幄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迷茫的惶恐。这时许褚大踏步走到姜世成面前，冷笑地对他说道：姜城主，你还有什么遗言都可以说出来了，等下可就再也没机会了。姜浅宁的出现只是个意外，现在他可要履行主上的命令。听到许褚的话，姜世成一愣，随即满脸苦笑，好像已经预料到了这个情况。听到北大营被破的消息时，他就对这个的结果不意外了。恐怕这个陆渊一开始就没想让他活着了。什么？你要杀我父亲？听到两人的对话，姜浅宁顿时瞪大了眼睛。场上发生的这一幕，姜浅宁脑袋顿时转不过来了。这个铠甲汉子为什么要杀自己父亲？然而现场却没一个人理他，也没有谁和他解释。只有姜世成苦苦一笑，将目光投向陆渊，露出一丝祈求道：江湖险恶，陆世之，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放过浅宁可好？浅宁是无辜的，我只愿她能活下去。你们小时候玩得那么好，你肯定不会伤害你浅宁妹妹的吧？卢世直，卢渊。听到姜世成的话，姜浅宁这才注意到了陆渊的存在。顿时姜浅宁目光中的厌恶骤然升起。你这个败类，怎么会出现在北阳城？是不是你要杀我爹爹？卢渊就是一个混蛋，大混蛋！姜浅宁对着陆渊大骂道。姜浅宁也不傻，
一眼便看出了在场所有人似乎都以陆渊为主，心中震惊的同时，也不由怒气横生。对于陆渊，江浅宁并不陌生，因为江世成和陆渊父亲相识的原因，两人从小就玩在一起，甚至两家还定下了娃娃亲。不过，随着陆渊变成了一个纨绔，越来越败类，江浅宁对其也变得越来越厌恶，对于两人的婚事也非常抵触。然而，陆渊却一直觊觎她的容貌，对她死缠烂打，搞得她不厌其烦。直到陆渊父亲半年前在战场上莫名失踪，在江世成的出面干预下，两人之间的事这才不了了之。放肆！见着有人对陆渊不敬，许褚顿时虎目一睁，骇然的气息直接散发出来。主辱臣死！竟然有人敢当面侮辱陆渊，许褚心中顿时暴怒到了极点。许褚还未动作，江世成也急了，扬怒道：“恕罪，浅宁不可对卢氏之无礼。对不起，卢氏之，是浅宁冲动了。叔叔，我对你赔个不是。”江世成生怕陆渊暴怒对江浅宁动手，立马低三下四的对着陆渊道歉道，并不断对江浅宁使着眼色。这傻妮子当真是没看清楚现在场上的形势吗？父亲，你见着自己爹爹竟然对陆渊服软，态度卑微到了极点，江浅宁顿时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在他的心中，自己父亲一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然会给眼前这个人渣服软。乌鸟反哺，天下归心。江世成把女儿当成宝，江浅宁又何尝不是将江世成当成最敬重的人？不，爹爹，你别这样，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卢渊贼，你竟敢欺辱我爹爹，我和你拼了！说着，江浅宁便发疯似的尽全力朝着陆渊冲来。这个男人定然是这一切的主谋，只要自己杀了他，一切都会没事的。对，只要杀了他就行，一切都会变好的。可江浅宁一个小小的武王，怎么可能突破许褚的防卫？看着有人竟敢意图伤害陆渊，许褚气息顿时暴虐起来。哼，好胆，真是不知死活！一刀直奔江浅宁白皙的脖颈劈去。他可不管什么怜香惜玉的，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不要伤害浅宁！江世成一声惊呼，下意识的就想出手阻拦，可下一秒，一股伟力呼啸而至，直接镇压住了江世成。其一身半圣力量直接被封印住。是李三刀出手了！不！眼睁睁的看着许褚毫不留情的一刀劈下，江世成绝望的呼喊。然而，一身力量被封印，江世成直接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连反抗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许褚大刀劈向已经呆傻的江浅宁。眼看江浅宁就要香消玉殒，终于一道声音传了过来：“好了，许褚，停手吧。”陆渊头痛的揉了揉脑袋，头中脑海风暴缓缓消散。根据脑海中前身的记忆，再联想刚才几人的对话，陆渊终于理清了关系。呵呵，未婚妻。陆渊饶有兴趣地看向了江浅宁。不得不说，这江浅宁当真是人间绝色，连他都忍不住心动，难怪前身对其死缠烂打。不过，陆渊却并不打算留下对方，将一个仇恨自己的人留在身边，无疑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许褚，送江家妇女上路吧。陆渊一脸冷漠道：“江世成之前对自己做的一切，注定了绝对不可能放过他。现在为了凑够1000万气运值，那就更不可放过了。”然而这时，陆渊身边一直缄默不言的李三刀忽然开口了，只见其目光一闪，有些犹豫地对着陆渊传声道：“主上，这江家女子乃是一罕见圣体，元婴圣体，您确定要杀她吗？”李三刀有些迟疑道：“虽然知道打断主上命令对他这样的护卫来说是大不敬的行为，但这元婴圣体实在是妙用无穷，他实在是不忍看着对主上大有裨益的东西就这样白白浪费啊。”哦，元婴圣体。陆渊疑惑地看向了李三刀，李三刀随即对着陆渊解释道：“主上，这元婴圣体乃是至强的体质之一，主上若是留下来，对于修炼的加持颇有好处，一次交融可抵100日苦修。”听到李三刀的说明，陆渊顿时眼神一亮，一次竟然还可抵100日苦修。这元婴圣体对修炼的辅助竟然有这么大吗？陆渊心头顿时升起一抹火热。虽然自己拥有系统存在，手下还有数位半圣高手，但自己本身还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这让陆渊非常没有安全感。身为一个穿越者，陆渊非常渴望成为手拿日月摘星辰的修炼者。得知了江浅宁拥有元婴圣体后，陆渊不得不重新考量了自己与江家父女的关系。既然如此，陆渊摩挲了一下下巴，看了一眼看着国色天香的江浅宁，又看了一眼劫后余生事的江世成，自己前身还与对方有着婚约关系，看来自己这个岳父有点不好杀。许褚，暂时先别动啊！许褚懵了，这怎么一会杀一会又不杀的，到底杀不杀？不过陆渊下令，许褚也不敢违背，立马收刀而立，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不过眼神却一直紧盯着江世成父女俩，一旦对方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他将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出手。陆渊走到江世成面前，淡淡笑道：“江叔叔，我记得我们两家之前是有过婚约的，是吧？”江世成惊魂未定，抬头望了望陆渊，咽了口唾沫，苦笑道：“陆世之，婚约的事是我们江家错了，当时也是我硬要解除的，不关浅宁任何事。你若是有什么怨气，都撒在我身上好了，求求你放过浅宁。”听到陆渊提起婚事，江世成还以为陆渊怀恨在心，毕竟被女方主动推掉婚约，对于南家来说可是无比打脸的。陆渊莞尔一笑，上前轻轻扶起江世成道：“怎么会呢，江叔叔，我怎么会怨你呢？只是我们两家的婚约，我还是希望再续前缘的。”陆渊意味深长的一笑。闻言，江世成张了张嘴，
表情有些惊愕。这小子难道是看上自己宝贝女儿了？江世成心思百转，眼睛疯狂闪烁。虽然身为女儿奴，江浅明是他的逆鳞，但现在看来，女儿竟成了自己唯一活下去的出路。为了自己活命罢了，也只好先委屈一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江世成重重地吐了一口气，颓然道：“只要陆世之愿意便好。”虽然此时江世成连杀了陆渊的心都有了，但现在也只能屈服陆渊的淫威。陆渊嘻嘻一笑：“好的，我的岳父大人。”听到陆渊的称呼，江世成还是忍不住眼皮一跳，差点没当场把陆渊捏死。这小子怎么这么欠揍呢？但忽然李三刀的犀利的目光闪电般刺来，江世成身体一僵，勉强笑道：“先只开玩笑了。”陆渊意味深长的一笑：“许褚，带江叔叔下去休息去吧。”看在江浅宁的面子上，陆渊决定还是暂时先饶过这个江世成，毕竟对方可是即将要成为自己岳父的人。被许褚带下去时，江世成双拳狠狠地攥了起来，指甲都刺进了血肉，心中更是暗暗发了狠誓：等一天若是自己成功突破到了圣境，今日之耻定要让这个陆渊付出100倍惨烈的代价。对于江世成的所想，陆渊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在乎，毕竟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的。陆渊的缓步走到江浅宁身边，贪婪地吸了一口香气，脸上有些陶醉。这种香气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味道了吧？陆渊忍不住伸出手指，慢慢划过对方鹅蛋脸上那娇嫩的肌肤。浅宁，真是好久不见啊！想不到你越来越漂亮了。陆渊看着的江浅宁绝美的侧脸，心猿意马道：“不得不说，虽然这江浅宁人不咋地，但其颜值还是非常在线。”此时看着笑嘻嘻的陆渊，江浅宁简直深恶痛绝。江浅宁退身一躲，对着陆渊恨声说道：“嘿，陆渊，你这个恶徒，我恨不得杀了你！想得到我，你休想！”江浅宁开口对着陆渊怒骂起来。要不是刚才许褚那一刀真的把他吓到，导致他不敢再妄动，现在他肯定上去狠狠咬下陆渊身上一块肉。浅宁何必动这么大的火呢？陆渊微微一笑道，但随即陆渊意识到自己这样好像有点变态，于是正了正脸色道：“刚才江叔叔都同意我们之间的婚约了呢。浅宁，以后你可就是我的人了，日后咱们可就是夫妻，大动肝火可不好。”嘿，谁跟你夫妻？看着江浅宁竟然如此不识趣，陆渊脸色骤然变冷了下来。虽然这江浅宁绝美，宛若天仙，甚至就连骂起人来都有些赏心悦目，但自己可不是沸羊羊，被接二连三的指着鼻子骂。陆渊再好的脾气也生气了，轻轻伏在江浅宁耳边，陆渊冷声道：“江小姐，别给脸不要脸。对了，你也不想你的父亲有事吧？”闻言，江浅宁顿时身体一颤。虽然陆渊的嘴中呼出的气息弄得他耳垂发痒，可他现在已经完全顾及不了这些了。对于陆渊这番话，江浅宁自然也是听懂了。这竟然拿他父亲来威胁他，若是他不从，他父亲包括他，貌似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江浅宁一双美眸死死瞪着陆渊，要是目光能杀人，估计陆渊都要被千刀万剐了。陆渊，你真卑鄙！江浅宁咬牙切齿道。多谢夸奖。看着陆渊无所谓的耸耸肩，江浅宁差点没被气死。刚才陆渊和江世成之间的对话，他自然也是听到了。这混蛋竟然还敢得让父亲把自己嫁给他，更关键的，父亲竟然还同意了。不过江浅宁聪明伶俐，也知道自己父亲也是逼不得已，而父亲都逼不得已了，那他还有选择吗？陆渊，我认了，希望你说话算数，保证我父亲的安全。江浅宁两行清泪顿时流了下来。江浅宁不是没想过反抗，可看到许褚冷冷地站在一旁，不由颓然。她一个弱女子能怎么个办呢？自杀吗？她可以一死了之，但她父亲必然会遭到陆渊的毒手。为了父亲，她只能忍受这一切。放心吧，我陆渊说话算话。陆渊微微一笑，果然胁迫别人当反派的滋味可太爽了。当然说是迎娶，但也只是说着好听罢了，名分地位那是统统都没有。李三刀听到陆渊叫自己，李三刀立马一回，圣境强者的力量调出，直接封印了江浅宁的修为。对此陆渊可谓小心万分。废话，对方可是一个武王，而自己只是一个小普通人，万一运动的时候，为了安全，陆渊也只好这样做。而面对修为被封，江浅宁仿佛认命了一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哀莫大过于心死吧。整整一夜的时间，整个北阳城的居民都不敢外出，直到第二天日出，才有人悄悄推开家门，见着街道似乎与往日似乎没有变化，一些大胆的人才敢迈步走到街上，开始新的一天生活。生活在底层的他们感觉不到北阳城的变化，可北阳城的天却是已经变了。城主府，陆渊倚靠在带着香气的粉红色大床上，面色舒爽。看房间的装饰都是清新女孩的风格，无疑这个房间就是以前江浅宁的闺房。这元婴圣体可真不是吹的，仅仅是一夜的时间，我就已经踏入了武者境界。感受到身体的变化，陆渊满脸的欣喜。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武者，一个普通人若想踏入武者，少说也得经过3、4年，甚至10几年的苦修。而的陆渊一夜踏入，不可谓不迅速。不过这样下来，确实有些费腰子。陆渊呲着牙，感受腰部的酸痛，痛并快乐着。对了，签到的时间应该快到了。总归陆渊还是没忘记正事。原本陆渊以为签到时间是在凌晨0点，然而没想到却是以第一次签到时间为准倒计时了。此时还差几分钟就可以进行第2次签到。陆渊目光紧盯着系统签到的倒计时。当前宿主拥有1次签到机会，是否进行签到？终于在倒计时转零的一刻，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是签到。听到系统的声音响起，陆渊毫不犹豫的点头应道。
定。系统签到中，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武皇修为直通卡。武皇修为直通卡使用后直接获得武皇修为，没有任何后遗症。武皇，陆渊惊喜出声，真是想瞌睡就来枕头，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一张可以直接晋升到武皇境界的道具。虽然武皇修为不高，但在这方世界已经有了可以初步自保的实力。陆渊表示自己很满意。快使用那个直通卡！陆渊迫不及待地对着系统道。武皇修为直通卡使用成功。系统声音一落，刹那间，一股精纯的能量凭空出现在陆渊的丹田之中。这能量汹涌而又温和，充斥在楚风四肢百骸，不至于让陆渊承受不住，爆体而亡。丹田内，陆渊昨晚刚修炼得出来的一丝真气，宛如打了激素一般，顿时壮大起来，然后汹涌地在陆渊静脉内运行。同时，陆渊的气息开始不断攀升，武者圆满，武师初期，大武师圆满，武王巅峰，最终陆渊修为定格在武皇初期。这就是武皇的力量吗？陆渊只感觉举手投足间，一股极为庞大的力量蕴含其中，甚至有种能轰穿大地的感觉。这并不是一种错觉，踏入武皇就已经初步拥有开山断江之威能了。随后，陆渊开始慢慢熟悉这股突然的强大力量，不愧是无副作用提升。虽然这力量像是醍醐灌顶，但陆渊却像是与生俱来一般，如臂使用。武皇的力量都这么强大了，那许褚他们身为半圣又该有多强？譬如李三刀，越是拥有力量，陆渊却越是感觉自己的弱小。恐怕身为圣境强者的李三刀，随手一击就能毁掉一座城池了吧？看来该苟着的时候还是得苟着。陆渊叹了一口气，除非自己天下无敌了，否则陆渊还是决定一直躲在手下的后面。陆渊这一番动静，也是将旁边熟睡的江浅宁给弄醒了。察觉到陆渊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江浅宁嘴角惊愕的微微张开。这陆渊之前不就是个普通人吗？怎么一夜过去，竟然连他都从对方身上感觉到了压迫感？看着江浅宁震惊的望向自己，陆渊嘴角微微上扬，自己完成了从普通人到武皇的蜕变，身体素质不知道提升了多少。这下他就不信了，不能把这个小妮子征服。对待江浅宁，陆渊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说法。只见江浅宁轻咬嘴唇，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但却一直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笑话，他怎么可能对仇人进行求饶？大周皇朝整个朝堂之上，气氛压抑得让人发慌。一天之间，玉门关、北阳城相继陷落，数十万兵马皆是陨落在陆渊的手中，甚至其中不乏还有半圣强者。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些朝臣当即就变了脸色，心中更是泛起了惊涛骇浪。各方不同派系之间眼神疯狂交流，波诡云谲，不断思考着这个消息给自己带来的利和弊。黄金龙座上，女帝周玲珑双拳紧握，指关节攥得有些发白，心中暗骂赵宽颖那个废物，不仅没能拿下陆渊，反而还将他的20万禁军再次搭了进去，让他身为女帝的威严再次折损。但他心中更恨的还是陆渊，陆渊的实力已经超脱了他的掌控，到了他不得不重视的地步。各位爱卿，可否对陆渊之事有什么对策？周玲珑冷脸朝着众朝臣问策道：陆渊逆贼来势汹汹，实力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如今北阳城陷落，凉州州主姜士成疑似投向陆渊那个叛贼，整个凉州恐怕已经落入了陆渊之手。哼，那个姜士成一直便与卢家交好，这次的投敌也在意料之中。只可惜我们应该早些把这个姜士成拿下的。朝臣你一言我一语，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到重点上。废话，谁愿意在这个的节骨眼上出头啊？前一个赵宽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嘲笑赵宽颖那个送死，心中也对陆渊更忌惮了。看着扯皮的众臣，周玲珑俏脸上逐渐浮现出一抹寒霜。该死的！等本帝完全掌控大周，定要将你们这些蛀虫全部处死！周玲珑心中怒火升腾万分。这些圆滑的朝臣相互之间推脱，他又怎么能看不出来？各方势力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利弊，谁又真的为大周着想了？只不过他一个女帝登基，本就是困难万分。外人看来，他女帝执掌大权，独一无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对于这些权臣勋贵，他也不敢太过分。若没了这些世家支持，他想完全掌控这个势力错综复杂的朝堂，也不是一件易事。杨言，你呢？你有什么看法？听到女帝威严的声音，杨言额头上不禁流下了一滴冷汗。他能怎么看？他还能倒立着看吗？但身为兵部尚书，也是女帝一手提拔起来的亲戚，杨言还是认真沉思了一下，道：陛下，并州与凉州趋邻，现在应该调集大军前往并州，阻止陆渊大军继续南下。既然20万精锐拿不下陆渊，那就派50万、100万，我大周1000万精锐带甲之势，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卢渊。不说别的，就是拱卫长安的禁军就有70，现在应该只剩下了40万了。40万精锐，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陆渊给淹死。杨尚书所言甚是，不过听说陆渊军中拥有数位半圣级别的强者，这么多的半圣强者，我们也应该派出高手对其进行牵制的。这时，一个朝臣面带担忧道：半圣，身为最接近圣境的人，武力值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大军结阵，对半圣强者也有极大的威胁，但别忘了，对方也是有大军的啊。半圣强者单独拎出来，可能不足为惧，但半圣强者加上一支凶猛的军队，那可真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因此，通常大军作战，双方高战之间都会互相牵制，而现在众人所忧虑的一点，
就是虽然大周半圣也不少，但真正听命于大周的却寥寥无几，更多的都是属于那些超然世外的宗门，对于大周都是听调不听宣的那种。该死，陆渊身边什么时候冒出了这么多的半圣了？听到朝臣的话，周玲珑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也是他最为疑惑的一点。半圣强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几乎从不屈服于人，而陆渊只不过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何德何能有这么多半圣强者的追随？对了，陛下，不知问剑宗那边？唰，这时不知是谁提了一嘴，整个朝堂的目光都瞬间都投向了此人。问剑宗，大周境内一座超然势力宗门，实力排名第一，宗内高手无数，就连明面上存在的半圣就多达10几位，甚至当代问剑宗掌门凌云峰就是一位真正的圣境强者。更关键的一点，则是当今女帝陛下，也就是周玲珑，与问剑宗这个超然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问剑宗圣境掌门凌云峰的亲外孙女，有一位圣境强者在后面坐镇，这也是为什么周玲珑能力排众议，成为大周首位女帝的原因之一。听到提到问剑宗，周玲珑沉默了一下。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些朝臣的意思？但说实在的，其实对于球员问剑宗，周玲珑也有些抵触。毕竟他一直想靠自己的实力，真正成为大周的一代女皇，而不是依靠他外公的名头来狐假虎威。但现在朝堂上一群狡诈圆滑的勋贵对他虚与委蛇，谁也不愿出头，而他手下也没有真正可用的高手了。无奈他也只能迫不得已了。好，我知道了，问剑宗那边我自会去处理。周玲珑漠然的点了点头。高手的事情解决，那接下来就是军团的选择了。周玲珑目光一肃，清脆威严的声音传遍整个大殿。朕诏兵部侍郎郭明点领30万的禁军开赴并州，抵御陆渊继续南下，号令各大州郡州主领兵驰援并州。只见周玲珑眼中杀气弥漫，30万禁军，要知道禁军作为拱卫黄州的精锐，实力不可谓不强悍，30万足以踏平一个小型势力，但也仅仅是开端。接着周玲珑便再次开口下令，再奉朕旨意，拟旨一道，让北域长城军团抽调30万人马南下，夹击陆渊。我就不信了，这次陆渊还能逃过不成？这次进行了这么大的动作，他定要一举拿下陆渊。陛下英明。除了郭明，朝上众臣依然糊弄着拍着马屁。听到周玲珑点到了郭明的名字，不少人都幸灾乐祸地看向郭明，而郭明也是满脸苦笑。他也没想到这个差事竟然落到了自己头上。虽然郭明的实力也不弱，也是一位半圣境界的强者，但这人给不了他任何安全感。半圣强者又不是没死过。郭明，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见着周玲珑悠悠的目光看了过来，郭明苦笑着拱拱手，臣定不会负陛下期望。下了朝会，周玲珑回到了自己寝宫，在宫女的服侍下褪去了威严的朝服，换上了便装之后，周玲珑仿佛一下就从威严的女帝变成了一个活泼跳跃的少女形象，没了贵气逼人，只有小家碧玉。毕竟她也只是个青春年华的少女而已啊。此时寝宫内寂静无声，周玲珑面对铜镜，目光闪烁地坐在那儿。她知道现在朝堂之外各方势力肯定风起云涌，众臣之间也肯定是波诡云谲的状态，但她要的何尝也不是这个效果。局势越乱，他能从中趁机获得好处的机会也就越大。但现在还有一件正事要做。犹豫了许久，周玲珑终于拿出了一枚贴身放置，但却许久未曾动用令牌。只见这古朴的令牌上雕刻着问剑2个苍劲的大字。没错，这枚令牌就是他外公问剑宗主凌云峰留给他的，可以进行远距离通信之物。算了，就这一次，等解决了陆渊以后，自己绝不会再动用外公的力量。借助的外力越多，不就变相的证明了他这个女帝越是无能吗？周玲珑可不得愿意背负这个名声。想罢，周玲珑咬咬牙，催动起了令牌。不多久，令牌那边便传来了一个宠溺的声音：“玲珑啊，何时来找外公？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哼，朝堂群臣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惹得我家玲珑生气了？和外公说说，我要让他好看。”身为一大宗的宗主，凌云峰的语气霸气万分，言语之间压根就没把朝堂滚滚诸公放在眼里。当然，他也有与生与活、操控生死的这个实力。外公对于疼爱自己的外公，周玲珑显得很是纠结。她也想当个普通人家的女孩，依偎在外公的怀里撒娇，可她是女帝啊，甚至强势的她都不想麻烦凌云峰出手。外公，我确实有一件事求您出手。当下镇北王陆渊谋反，兵锋甚重，也连破玉门关和北阳城，其手下拥有数位半圣强者，所以我想问剑宗借人平定这场叛乱。闻言，凌云峰的眉头一挑，镇北王卢渊应该是卢晴天那小子的儿子吧？哼，卢晴天那小子还可以，怎么他的儿子竟然如此造孽，竟然还敢叛乱？北阳城是吧？正好我问剑宗的宗门就设立在凉州。玲珑，你放心吧，我这就派高手前往为你助阵。听到凌云峰的亲口承诺，周玲珑终于松口了一口气。那就多谢外公了。唉，你这个丫头跟外公还客气什么？凌云峰笑呵呵的摆摆手。对了，虽然你身为女帝，但延续子嗣的任务可不能落下。你那个空落落的后宫也是该填一下了，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外公，听到凌云峰的话越来越偏，周玲珑赶紧切断了联系。这老不休，说话的怎么不害臊呢？周玲珑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蛋，都把自己脸整红了。别看周玲珑乃是一朝女帝，但实际上也才20多岁了。
放在寻常人家，也不过的是个喜欢胭脂花粉的青涩少女。只是生在皇家，这才不得不接受了她这个年龄不该拥有的重担。后宫，我周玲珑这辈子都不会碰男人。世间寻常男子，又有谁能配得上我大周女帝？周玲珑傲气万分，在整个的大周，论实力与地位，又有谁能比得上她大周女帝呢？那些不如她的男子，又怎能入得了她的法眼？眼光如此之高的周玲珑，或许也只有比她强势的男人才能将其征服了。北阳城皇朝那边动作不断，陆渊这边也没闲着。日上三竿，陆渊借用城主府的议会厅，召集了众人。恭喜主上踏入武皇行列。陆渊刚一露面，众人便发现了陆渊身上的气息变化，竟然达到了武皇境界，于是皆是面带喜色，对着陆渊恭贺道：“切，好了，你们就别拍马屁了。你们一群半圣，对我一个小小的武皇吹嘘，尬不尬？”陆渊对着众人笑骂道：“在场的动辄半圣起步，陆渊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凡尔赛了。”众人抿嘴一笑，一般的武皇他们可不会放在眼里，可现在这个武皇可是他们的主上啊，两者之间怎能同日而语呢？会议开始，许褚便让人抬上来了一箱箱的金银珠宝、铭玩字画，甚至这些礼物当中还有一箱灵石。虽然是初级灵石，但肆意的灵气还是让众人感觉一阵神清气爽。主上，这些都是城中富户今天早上送来的，他们要拜见你的，被我给拒绝了。虽然没见到你，但他们把礼物都留了下来，还有那箱灵石，也不知道是谁送的，我一样给留了下来。许褚挠挠头，憨笑道：“灵石作为修士必备的修炼物品，可是整个大陆的硬通货，当然价值也很高昂，光那一箱灵石就能抵过这些所有东西的价值。”呵呵，他们的消息还挺灵通。陆渊冷冷一笑，这些的地方豪绅都是一群墙头草，谁占上风那就依靠谁。今天自己占领北阳城，对方能给自己送的，明天换了别人，他们也能做出同样的事，但不拿白不拿。这些礼物就收下吧，正好就当做给江家的聘礼好了。陆渊对这些财物压根不以为意，自己又不是什么兑换系统，需要什么财物之类的，因此这些东西对陆渊来说毫无价值。接着，众人开始商谈起了正事。雨巷大周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陆渊拿起茶杯喝了口茶，淡淡的朝着雨巷问道：“如今自己占领了北阳城，他不信大周那边不会没有任何反应。西雨作为渗透整个大周的情报组织，肯定会率先得知消息。”闻言，雨香将收集到的情报报告给了陆渊。主上，根据西雨探报，大周那边再次派出了30万禁军前来，其余各大洲也不断向滨州调兵遣将。而且，北域长城军团的首领王虎也派出了30万边军来围剿我们。闻言，陆渊挑了挑的眉毛，长城军团也来了？哼，这女帝擅自调动长城军团，难道就不怕北蛮帝国趁机挥军南下？陆渊一声冷哼，对于北域长城军团，陆渊可不陌生，毕竟那可是自己前身老爹一手创立起来的。长城军团顾名思义，通常都驻扎在北域长城，时刻准备抵御北蛮帝国的南下入侵。估计女帝也是感觉到自己的威胁远胜于北蛮帝国，这才将长城军团调拨过来，剿灭自己。但是作为抵御北蛮帝国的屏障，长城军团调离开来，若是北蛮帝国得知了，必然会趁这个薄弱的机会南下侵占北域。主上，恕我直言，长城军团不是您父亲一手创立的吗？又怎么会来打我这个创立者的儿子是吧？陆渊直接说出了众人的疑惑。陆渊脸上露出一抹嘲讽，哼，还不是上一任镇北王冥顽不化，自己忠心耿耿，非得要求手下也忠君。创立长城军团时，就给士兵们灌输了无限忠君思想，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情况，都只忠于大周。现在女帝都发话了，长城军团那些被洗脑的愚忠们，自然会出兵，毕竟忠于大周嘛。哈哈。陆渊早就知道了里面的缘由，这也是为什么陆渊从一开始就从未联系过长城军团的原因。因为长城军团只认虎符不认人，而且长城军团的现任军团长王虎也早已投靠了女帝，成为了女帝的走狗。陆渊不由好笑地笑出声来，自己前身父亲可还真是愚忠呢。要是他知道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势力，结果现在却要来讨伐他的，不知会作如何感想。长城军团而已，来就来吧，我可不会因为对方是前身父亲的手下而心慈手软。他们远袭于我，与我为敌，那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陆渊眼中寒芒闪烁，纵使长城军团保卫边境，为大周流血流汗，是真正的军人，而且还是前身父亲留下来的嫡系，但只要做了自己的敌人，那自己就绝对的不会手软，与自己为敌必杀之。况且他们想过玉门关那一关，就不是件易事。长城军团南下必须经过玉门关，面对长城军团30万人，镇守玉门关的1万北府兵肯定会有压力。让谢玄他们尽量坚守，只要我歼灭并州的30万禁军，那些长城军团就不足为虑。陆渊自信道：“别看北府军只有1万人，但可都是精锐，足以让南下的长城军团吃个大苦头啊！”就在陆渊制定南下策略时，这时尹墨忽然出现在房间内，对着陆渊单膝跪地：“禀告主上，我们尹卫在北阳城附近抓住了一些偷偷摸摸的不明之人，
我们怀疑他们心怀不轨，通过逼问已经确定了这些人都是各方势力的斥候人员。看来各方势力对我们很感兴趣啊。陆渊笑了笑，并没有感觉到意外，自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吸引了整个大洲所有势力的注意。不管是吃瓜还是出于哪种目的，那些势力肯定要派出人马前来查看一番的。尹墨，你抓的那些人呢？闻言，尹墨拍拍手，一众隐卫顿时出现，丢下了10几个捆绑着的身影，个个修为都不低，最起码都是大50起步。也是，能当上斥候的，修为再低能低到哪去？陆渊的目光在一众人中扫视了一圈，目光却在一个身穿布衣的卑贱男子身上停了下来。这名男子本无特别，吸引陆渊目光的乃是他背后的那柄长剑——御灵剑。身为大周帝国3大超然宗派之一，陆渊一眼就认出了这把问剑宗弟子的专属武器。从入门开始，问剑宗内每名弟子都会配发一把本命剑，人与剑同吃同住，并时刻以精血运染，以求达到人剑合一，成就剑人。好家伙，连问剑宗的人都来了吗？陆渊目光闪烁了一番，能被称为超然宗派的门内必然有着圣境级别的高手坐镇，而且陆渊要是没记错的话，当今问剑宗宗主与女帝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当今女帝的外公。这一点在整个大洲都是个公开的秘密。放开我，我可是问剑宗的弟子。此时被抓起来的那名问剑宗弟子满脸的愤怒：你们这些臭弟，若是我师尊来了，定要把你们全部斩杀。若是你们现在把我给放了，说不定我还能在师尊面前求个情，让他饶你们一命。放肆！谁给你的勇气在这大呼小叫的？尹墨直接上前就是一脚，将男子踹翻在地上。男子看着胸口偌大的脚印，脸上顿时黑了下来，眼神滴溜一扫，便看到了众人以为首的陆渊。你就是镇北王陆渊吧？镇北王算个屁！说到底还不是大周女帝的走狗。我问剑宗，身乃是当今大周第一大宗，你竟敢如此对我！我要让掌门师伯在女帝面前狠狠参你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男子恶狠狠地对着陆渊咒骂道，仿佛没注意到周围人越来越不对劲的眼神。听到问剑宗弟子的话，陆渊嗤笑一声，眼中闪过了一抹耐人寻味。这个问剑宗弟子看上去对自己很有恶意，是个人原因，还是整个宗门都已经将自己看作了敌人？而且这个弟子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和女帝交恶了吗？他都怕了，还怕有人在女帝面前说他坏话？看来这问剑宗是不能留了。陆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名问剑宗弟子的出现，倒也给陆渊提个醒，自己现在与女帝之间势如水火，而问剑宗又和女帝之间关系千丝万缕，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问剑宗又怎会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问剑宗宗门就地处凉州，相当于现在自己的腹地，说不定哪个时候就会给自己在背后捅刀子。而且还有在陆渊看来更重要的一点，因为不杀江世成的原因，地级抽奖的气运值自然也是凑不齐了。若屠了问剑宗，地级抽奖的气运值，这下肯定能凑齐了吧？主上，这些人都该如何处置？这时，许褚看着被五花大绑的一群人，出声问道。陆渊目光闪烁了一下，最终道：除了和大周皇室有关系的，其他人都放了吧。现在自己最主要的敌人还是大周女帝姬皇室。虽然陆渊很想横扫整个大周，谁挡杀谁，但理智却告诉他，此刻不能树立太多的敌对势力，万一这些势力背后有个圣境老祖什么的，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回去告诉你们主人，现在北域的天还没变，若是有那非要不知好歹，那也就别怪我陆渊心狠手辣了。陆渊冷哼一声，不忘向这些人警告道，为了以防有人不识趣，敲打一番还是很有必要的。随着陆渊命令下达，各大势力的斥候都如蒙大赦的四散而去，同时也将陆渊的话默默地记在了心中。而那些与大周交好的势力，他们的斥候却没有这样的好运。随着看管他们的隐卫各自一刀，瞬间人头滚滚落地。见到这一幕，那个问剑宗的弟子终于慌了。不，你不能杀我！我师尊可是我们圣境宗主师弟，一个半圣强者。你若杀我，必然会引来无穷无尽的报复。闻言，在座众人满脸的戏谑。半圣而已，在座众人哪个不是？当然，除了陆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认真回答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你是谁派来的？有什么目的？陆渊扣指甲，看似随意的朝着对方问道。而那问剑宗弟子已经慌了，连忙道：你说真的？我不想死，我是我师尊派来的，让我时刻注意你们大军的动向，若有行动，要时刻告诉他。对了，我没回去，他肯定知道。求求你们，放了我吧。闻言，陆渊目光一狠，果然，这问剑宗是真的想与他为敌了，派来监视。要是没有想法，派斥候来监视他做什么？呵呵，既然问剑宗想趟这趟浑水，那就别怪他不客气。陆渊可不会容忍这样一个不安分的隐患在后方。圣境他也不是没有。许褚，陆渊将目光别了过去，而许褚也是瞬间明白了陆渊的意思。诺。许褚眼中瞬间杀气弥漫。不，你不讲信用！问剑宗弟子惊恐的大骂道：我主上说放过，但我可没说。许褚狞笑一声，随即带着寒芒的一刀劈出，人头落地，血液喷溅。宿主麾下斩杀3位武王，12位大武士高手，获得6万气运值。那些斥候的实力不弱，再次为陆渊贡献了6万多的气运值，看着还差几十万就能进行地级抽奖，陆渊心里总是痒痒的。但陆渊知道
现在距离凑齐也不远了。余相命令细雨调查一下这个问剑宗的底细。元左宗高顺率领大军随我出动，踏平问剑宗。陆渊眼中寒芒一闪，虽然问剑宗与直接南下的路径有些相背绕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与他为敌的，他必杀之。陆渊命令一出，众将都开始忙碌起来。然而就在这时，江浅明忽然找了上来。陆渊，我要见我父亲，你说过的会保证他的安全，我要亲眼看到。江浅明轻咬嘴唇，眼神熠熠的定定看着陆渊。该付出的他已经付出了，现在他不见到父亲安全，他那颗心永远都放心不下。看着江浅明逼迫的目光，陆渊摸了摸鼻尖，呵呵，我就像那种不守信用的人吗？放心，你父亲是安全的，我说到做到。陆渊挥挥手，立马就有一个影卫现身，跪倒在他身旁。你跟着他走就是了，他能带你去见你父亲。好。见着陆渊好像并不是在说谎，江浅明目光低垂，低声诺诺道：“只要父亲安全便好，那么自己付出的一切也算有了意义。”这个江世成或许自己也该见见了。见着江浅明想要去见江世成，陆渊想了想，决定也一同跟了过去。自己这个准岳父可是一位半圣极限巅峰的强者，如此强者在手，可不得好好利用一番吗？距离城主府不远处，江世成被软禁在一个富户宅子。至于原本的宅子主人，在影卫的友好协商下，大方的将宅子让了出来。恭迎主上。见着陆渊到来，几名影卫瞬间从阴影中现身，恭敬地对着陆渊单膝跪地。陆渊摆摆手道：“怎么样？那个江世成没搞出什么幺蛾子吧？”回主上，一切正常。一名看守的影卫恭敬道。陆渊点点头。这江世成虽是半圣境界，但修为却被李三刀给封禁住，此刻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再加上几名武皇影卫看守，想翻出浪花也不可能。带路。陆渊轻吐一口气，心中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措辞。一间厢房内，江世成双眼紧闭，老僧入定般端坐在床上。虽然修为被封，但江世成却丝毫不慌。自己女儿被陆渊看中，甚至对方还想要再次的进行联姻，那么自己短时间内肯定不会遭到什么威胁。现在自己所能做的唯有等待。这时，门外匆匆的脚步不断靠近，江世成突然睁开了眼睛，眼中泛起了一道金光。有人来了。江世成嘴角微微升起，这个时候能来看自己的，不是陆渊还能有谁？看来距离自己恢复自由的日子近了。果然，门一推开，首先迈步进屋的便是好奇打量屋内装饰的陆渊。可见到陆渊的瞬间，江世成瞳孔顿时微微一缩。武皇。江世成震惊地吐出了两个字。虽然他的修为暂时被封印，可身为半圣境界的眼界可还没有失去。陆渊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实力，江世成一下便察觉了出来。这种气息就是武皇无疑了。江世成心中不由泛起了惊涛骇浪。他可以肯定，之前见到的陆渊时，对方还是一个没有丝毫修为的普通人。这一面还是昨晚，如今一夜过去，这陆渊竟然从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普通人，一蹴而就的成为了一名武皇强者，简直骇人听闻。爹爹！正当江世成震惊之时，一声娇呼打断了他的思绪。见到江世成的一瞬间，江浅宁就红着眼扑了上去，心中的委屈好像在这一刻完全的爆发了出来。爹爹，你没事就好，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你。见到江浅宁，江世成也是有些激动，但是目光敏锐的他也瞬间察觉到了江浅宁眉宇间的那抹娇媚。江世成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到了他这个年纪，他又如何不知那抹娇媚代表了什么？浅宁，你受苦了。江世成颤抖着手捋着江浅宁的后背，旁边陆渊站在旁边有些尴尬。这江浅宁哭成这样子，怎么搞的？自己怎么虐待他了似的？不就是半夜拿小棍子抽他了吗？浅宁，你先出去一下，我和江叔叔有些事要谈。陆渊假装咳嗽一声道。好。江浅宁很听话，听到陆渊开口，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便不舍得出了屋子。两人目光各异，看着江浅宁缓缓走出房门。这时，江世成忽然语气悠悠道：“小子，照顾好浅宁，不要亏待他。”我会的，不要你提醒。陆渊淡淡的回道，随即大马金刀的坐在一张凳子上，对着江世成道：“江叔叔，既然咱们现在成了一家人，我也不拐弯抹角的了。我即将率大军开拔这北阳城，我还想让你继续当城主。”原本陆渊还想着这北阳城该派什么人来镇守，但现在却觉得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入了中原以后，攻城略地的地方多了去了，自己总不会每个地方都要派出军队去镇守吧？那自己手下这点兵还不够用吗？既然如此，不如将这个烂摊子还给江世成，反正自己手中拿捏着江浅宁，让对方也不敢轻易背叛自己。听到陆渊的话，江世成有些惊讶，无疑的看向了陆渊。陆世侄，莫不是在和我开玩笑？你真的愿意把北阳城重新归还于我，让我当城主？陆渊自顾自的倒了一杯茶水，笑道：“有何不可呢？一个北阳城主而已，而且守军也都灭光了，还给江叔叔也是晚辈的一点心意。”闻言，江世成一时愣住了，目光深深的看了陆渊一眼。这小子难道又在搞什么坏点子？北阳城可是凉州郡城，不管是地理位置和政治意义都很特殊，对方好不容易打下来，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归还给自己？这时，江世成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眼中顿时金光一闪。陆世侄把城主之位归还于我，恐怕还有其他的目的吧？江世成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不得不说，江世成能当上北阳城主也有一些本事。他也大约猜到了陆渊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绑上他的贼船。陆渊让他重新当回北阳城主，无疑就是告诉世人，
他江世成已经投靠到了陆渊的麾下，而江浅明跟在了陆渊身边，这下无疑更加确定了两人的关系。就算以后有什么变动，他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看着江世成好像猜出了自己意图，陆渊不置可否的耸耸肩，随你怎么想，反正这个的北洋城主你不当也得当，由不得你，我只是通知你，并不是和你商量。陆渊猝不及防的坦白，直接把江世成搞得一愣。他也是没想到陆渊的威胁竟然丝毫不加掩饰，直接把他堵得说不出话来。江世成张张嘴，随即苦笑一声道：“难道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吗？”江叔叔还是识趣的。陆渊轻笑一声，轻轻瞥了江世成一眼，就是希望江叔叔不要让我失望了，否则……陆渊点到为止，但言语的中的威胁不言而喻。好了，我就不打扰你们父女相聚了，趁还有机会见面，你们父女两人就好好说说话吧。说罢，陆渊直接走出了房间，将空间留给了江家父女俩。爹爹，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再次进屋，江浅明好奇地向着江世成问道：“没什么。”江世成目光闪烁，心不在焉，显然他还在思考刚才和陆渊的对话。对了，浅宁那小子没欺负你吧？江世成随口一问。闻言，江浅明脸色不由一僵，不由想起了昨夜陆渊毫不怜香惜玉的征伐，到现在都还隐隐有丝阵痛，这算不算欺负？但为了不让自己爹爹担心，江浅明还是强颜欢笑道：“没有，他待我很好。”心事重重的江世成显然没意识到江浅明脸上的异常，听到江浅明说没事，下意识的点点头道：“那就行。若是那小子欺负你，我可不答应。”父女俩又聊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陆渊不耐烦的闯了进来，直接把江浅明带走了。陆渊走后，江世成徒留房间内，眼中闪过一丝忌惮。这陆渊真的不是看上去这么简单，好生的城府虽然暂时安全了，只是可惜自己以后可能要被打上叛贼这个标签了。江世成无奈的叹了口气，没想到到头来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甚至还把自己宝贝女儿赔了进去。千日打雁，最终还是被啄了眼睛。至于所谓的报复，现在江世成也只能苦笑了。自己女儿都被陆渊收入囊中了，他还能怎么办？可以说，现在他已经绑上了陆渊的战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从江世成处回去的路上，江浅明忽然目光闪烁地看向了陆渊。我听说你们大军即将要开拔，离开北阳城了。军中带着女人，向来是大忌，你是不是？江浅明话刚说一半，就被陆渊霸气地打断了。哼，就算走，我也要带着你走，你这辈子休想逃过我的手掌心。陆渊冷笑着看向江浅明，想跑，绝对不可能。废话，一个经验宝宝，陆渊怎么可能放过他？至于说强扭的瓜不甜，呵呵，能解渴就行了。闻言，江浅明深深地看了陆渊一眼，目光复杂，心中更是五味杂陈。他这辈子还能逃出去吗？此时，距离北阳城100里外，数百名气息磅礴的剑修正御剑飞行在天空，恐怖凌厉的气息甚至都将天上的白云撕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轨迹。这片大陆能拥有飞行能力的修为最起码在5宗之上，也就是说，这数百个剑修都是5宗之上的强者。仔细看去，这数百剑修脚下踩着的飞剑，皆是蕴含灵性，不时有流光闪烁。没错，这数百剑修都是来自问剑宗的强者。这时，其中一个浑身散发着凌厉剑意的老者似有所感，皱着眉头拿出了一枚命牌。下一秒，咔嚓一声，老者手中千年槐木做成的命牌，竟然直接碎成了好几块。见状，老者脸色顿时一变，不好，阿宽的命牌竟然碎了！这陆渊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杀我徒弟！三长老，发生了何事？见着老者暴怒的样子，一群剑修的目光不由看了过来。我之前让碰巧在北阳城做任务的弟子去探查陆渊大军的情报，现在这个弟子的命牌却碎了。我怀疑那名弟子或许被发现，已经被陆渊干掉了。三长老脸色难堪道：“通常这种命牌内都藏有一丝契约者的气息，不仅能用于联系、远距离通话，而且还能时刻监视契约者的生死动态。一旦命牌破碎，即代表着令牌契约之人死亡。”如今三长老手中的这枚命牌碎裂，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陆渊，这个仇我记下了，让我抓住，定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三长老愤怒至极，满脸狰狞。自己徒弟被杀，丢脸只是其一，第二点还是让他气愤的点。问剑宗一直有一个规定，就是学有所成的弟子都必须给自己师尊上供100年。而自己那个徒弟刚刚晋升武王，一个武王的上供，那可是一笔不小的物资，死了那自然就没了。三长老恼怒之下，手掌灵气喷涌，直接把手中的命牌捏成了粉末。一旁领头的大长老一副淡漠的表情，就算听到自家宗门弟子身死，脸色丝毫没有变化。三长老，别动气，等我们抓住了陆渊，定会交给你好好炮制。现在宗主让我们支援大周进军，还是不要误了时辰。好。三长老咬咬牙，无奈的点点头。宗主亲自下令，他不敢不遵从。剑修御剑飞行的速度不可谓不快，1日1000万里不在话下。因为斥候弟子被陆渊捕杀的原因，这群剑修决定绕道去北阳城看一眼。当众剑修来到北阳城，却惊奇地发现北阳城竟然空了，空荡的军营，大开的城门，了无一人值守的城墙，哪有大军的踪迹？众人你看看我
我望望你，不是说陆渊大军是驻扎在北阳城的吗？人呢？哎，怎么北阳城陆渊大军呢？一群问剑宗见羞满脸的懵逼。稍等，我去随便抓个人问一下。其中一个山羊胡沉稳道，随即便直接抓了一个路过的老伯过来。你们是谁？老伯满脸惊惧，畏惧地看向这群高高在上的修炼者。老人家不用怕，我们是问剑宗的修士，明门正派，绝对不会伤害你。我想问你一下，之前可见北阳城的大军现在到哪里去了？见着这些人好像真的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老伯害怕的表情终于微微收敛了一些。哦，你说那群大军啊，他们半炷香前就已经开拔走了，可惜晚了一步。闻言，其中一个剑修叹气道：“不过既然陆渊走了，他们也要出发了，必须得赶在陆渊大军之前达到滨州支援大州禁军。”可当众人要走时，不知是谁又随口多嘴问了一句：“老伯，你可知那大军是往哪个方向走了？”结果那老伯话却是劳氏的说道：“哎呀，好像是从北城门走的嘛，那就应该是往北去了。你不知道啊，那些骑兵奔腾时，那个阵仗我都以为地龙翻身了，还有那些军爷严肃极了，都一声不吭的，跟个鬼兵一样。”老伯还在继续念叨，可问剑宗众人却对视一眼，敏锐的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北面不对啊，并州的方向不是在南方吗？为何陆渊大军却朝着北方而去？一位问剑宗长老皱起了眉头。老伯，你确定那些大军是往北走了吗？那老伯撇撇嘴，那些军爷行军，我哪敢出去看啊？不过我确定他们是北人出去的，是不是北边走了？你们追上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果然，这些问剑宗的剑修根据老伯的对话向北探索，果真发现了的一支正在行进的大军正在往西北而去。远远看去，10几万精锐军士散发出来的煞气让人望而生畏。那应该就是陆渊大军了。可看着背道而驰的陆渊大军，众人疑惑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前往滨州，协助那里的禁军一同抵抗陆渊的进攻。而滨州所处北阳城之南，现在陆渊大军却往西北而去，这背道而驰的操作让他们不得不疑惑起来。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宗主？万一这陆渊声东击西，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一些人拿不定主意，于是直接拿出传声令牌，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凌云峰。当凌云峰得知了这个消息，也不禁皱了皱眉头。陆渊来了个南辕北辙，他也是没意料到。往西北，凌云峰下意识看向了墙上的地图，原来陆渊并不是直接北上，而是向西北而去。西北向的凉州虽也与滨州接壤，可那里都是极重山峻，并不适合大军行进。西北不好！问剑宗。凌云峰正踱着步，碰巧看到了地图上问剑宗的地址。凌云峰脸色顿时猛然一变，北阳城的西北方向，可不就是他们问剑宗所在吗？难道这陆渊想要来找问剑宗的麻烦？凌云峰脸色骤然变得难看起来。凌云峰越想越有可能，因为之前陆渊抓住了一个问剑宗斥候弟子，估计也是逼问出了什么消息，因此这才决定先动手为强，先一步对他们问剑宗动手。大长老，你们先不用去并州支援了，赶快回宗门。我猜测陆渊的矛头可能指向了我们问剑宗了。凌云峰脸色铁青的对着传音令牌道。闻言，大长老等人也纷纷变了脸色。这陆渊他怎么敢，竟然想先对我们问剑宗动手，真是胆大包天！这陆渊小贼真是不知死活，真当我们问剑宗是泥捏的了。猜出了真相，一众问剑宗高手顿时暴跳如雷。他们堂堂问剑宗，大州第一大宗，实力强劲，各方忌惮。陆渊那个竟然还敢先对他们动手，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啊！陆渊大军现在就在下面，我这就杀过去，把陆渊大军杀个片甲不留。一位脾气暴躁的长老当即就向不远处的陆渊大军袭去。陈长老，万万不可！脾气暴躁的陈长老刚有动作，却马上被人拦下。我们这里可是有6位半圣，哈什么？被叫住的陈长老不服气的冷哼道：“他们问剑宗这次出动数百武宗强者，由6位半圣强者带队，这股力量甚至都能覆灭一个普通的皇朝啊！”那也不可。阻拦之人开口道：“若是这些大军还未聚集起来还好，我们还有暗杀他们的高层的机会。可现在对方大军已经聚拢在了一起，就算是圣境强者来了，也不敢直面这10几万人大军啊！”阻拦之人摇摇头，这并不是没有过先例，之前有5圣强者仗着自己绝强的实力，想要击穿一支10万人大军，结果虽然阵斩3万，但却同样被大军活活耗死。何况下面的那支齐军声势骇人，个个都是精锐，比之前剿灭5圣的那支军队还要更强。这好吧，就暂时饶那小子一命。闻言，陈长老脸上顿时升起了一丝忌惮。这个消息他自然也听过，只不过刚才是被愤怒冲昏了头罢了。这时，一直沉默的大长老忽然开口：“好了，不要争吵了。既然宗主要求我们回宗，那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宗主让我们直接回去，肯定有他的用意。”大长老淡淡道：“其实，身为大长老，他懂得更多。一般只要是精锐军队聚集，都会凝结出军魂。虽然军魂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就像是战略级关爱一样。军魂也会对半圣及其之上的强者产生浓浓的压制。面对成建制的军团，就算修为的再高，也做不到像对普通人那样屠杀，反而会被建制军团硬生生耗死。这也是这方世界防止强者在战场上肆意屠杀的一种机制。别看他们现在数百武宗之上高手，但若真冲下去，估计还不够对方杀的。”大长老深深地看向了地面上的龙骑军，不知怎么的，他来到此处后，总感觉有一股危机感笼罩着他，这让他忍不住想要快速逃离此处。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吧。大长老脸色颇为凝重地吩咐道：“大长老，可
可是，咕噜，恐怕我们是走不掉了。说话之人咽下了一口口水，颤声道：“大长老心中刚有疑惑，这时却忽然似有所感，回头，一道天天蔽日的刀芒不断在他瞳孔中放大。其实，就在这群问剑宗长老刚来时，就已经被陆渊他们发现了。可笑的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动作很隐蔽。李三刀可有把握将这群人全部留下？6位半圣，数百武宗，若想尽快结束战斗，唯有请李三刀出手了。”闻言，李三刀淡淡一笑：“放心吧，主上，我只需3秒钟便能解决战斗。”3秒。陆渊瞥了李三刀一眼，要不是对方一脸淡然，他还以为李三刀在装逼。好，那就交给你了。李三刀点点头，旋即身影一闪，消失在原地。本来这些人是不陪我出刀的，但主上要我速战速决，我只好出刀了。下一秒，李三刀出现在半空，表情淡淡。从李三刀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用刀的强者。至于为什么叫三刀，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接住他3刀。只见李三刀面前的虚空缓缓浮现出一把古朴的长刀，李三刀一把握住刀柄，3杀刀，第1刀，金芒。李三刀一声暴喝，手中古朴的长刀顿时爆发出一阵金芒，一道遮天蔽日的刀芒顿时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朝着问剑宗重剑修习去。李三刀一出手就是自己的成名绝技3杀刀。不好！看到李三刀出招如此迅猛，问剑宗一行人皆大惊失色，尤其是为首的大长老更是面露惊恐之色。不好，是武圣强者！快，全力阻挡！察觉到李三刀的恐怖气息，大长老的心都凉了，赶忙号令众人全力抵挡李三刀的攻击。顿时，这数百剑修各种手段尽出，有的祭出了自己的防御法宝，有的使用了秘法增持，反正一时间各种宝光大作。轰隆！下一秒，那恐怖的刀芒直接与众修士的防御撞到了一起。然而，数百武宗强者组成的防御，竟然连让刀芒停顿一丝都做不到，直接就顺斩过去。轰！那数百问剑宗修士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身体直接爆碎成一团血肉。甚至那刀芒在斩杀了众人后，还接连削平了后面的10几座山头，最终落到地上，轰的一下开辟出一个峡谷。李三刀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剑宗几乎所有武宗后，稳稳落于陆渊等人身边。看着那群尸骨无存的问剑宗剑修，还有远处的深沟峡谷，陆渊嘴角微微扯了扯。好家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直接惊天动地是吧？他知道武圣强者强，但没想到会这么的强。陆渊微微颔首，李三刀的表现让他十分满意。不错，李三刀，我果然没看错你。陆渊的嘴角快扯到了耳后根，手下拥有李三刀这样的强者，这片大陆他不得横着走了。那些人死在我的刀下，也算是他们的荣幸。李三刀淡淡道。陆渊啊，我勒个去，之前怎么没发现李三刀这么的会装逼呢？可见着李三刀一脸淡定，好像在阐述一件事实一样。陆渊不得不感慨，果然实力强到一定程度，说实话都会被认为是装逼。而随着李三刀一刀将问剑宗众人剿灭，系统的声音也提示起来。叮！宿主手下斩杀6位半圣，269位武宗，获得气运值137万。因为李三刀与那些人境界差距过大，因此李三刀杀敌后，陆渊获得的气运值也严重缩水。不过也还是给陆渊贡献了100多万的气运值，这下总算凑够了1000万气运值了吧？看着账户中达到1000万级别的气运值，陆渊眼中闪过一道金芒，终于让自己凑够地级抽奖的气运值了。对此，陆渊表示感谢问剑宗老铁送来的关怀。系统，给我来一次地级抽奖。陆渊怀着激情澎湃的内心道。叮！宿主选择地级抽奖，系统抽奖中。叮！抽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地级势力升级卡。陆渊愣了愣，价值1000万的神级抽奖，结果就给了自己一个地级势力升级卡。这地级势力升级卡又是什么玩意？陆渊疑惑地点开了对应的说明。地级势力升级卡可将宿主麾下任意势力提升至地级，当前可用大雪龙旗、现阵营、隐卫。原来是这样啊！陆渊恍然，在系统的解释下，陆渊也算初步明白了这张升级卡的用意。譬如龙骑军是圣级奖励抽出来的，就属于圣级势力，而地级势力升级卡则可以将其提升为地级势力。可这张卡给哪个势力用好呢？陆渊一时犹豫起来。可以确定的是，首先排除西域组织，虽然情报组织很重要，但与其他相比之下，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就剩下了龙骑军、现阵营和隐卫了，而这3者当中，就属龙骑军最强，也是自己的主力。根据系统后台精确的显示，经过一系列战役后，10万龙骑军还剩9万3000之数，也就是说，各大战役让龙骑军整整损失了7000。对于想要打造一支真正无敌劲旅的陆渊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大雪龙骑军虽强，但在这方世界还做不到真正的无敌。既然如此，那我就让龙骑军变成一支真正无敌的军团。陆渊眼中金光一闪，心中俨然有了答案。系统将升级卡使用在龙骑军身上。叮！是否确定对龙骑军使用地级势力升级卡？确定。陆渊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叮！地级势力升级卡使用成功，使用对象大雪龙骑军团。轰！随着系统声音落下，10万龙骑军忽然爆发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超强气势。大雪龙骑军竟然能集体境界提升了！雨香目瞪口呆，骇然道。其他人也都是满脸的震惊。10万人同时境界提升是种什么景象？恐怕这种场面有史以来从未有人见识过。轰轰轰！龙骑军中不时一道道华丽的白光闪过，或强大，或相对弱小。
皆气冲云霄。特别是元祖宗身上那恐怖的气息，让其周围100米内都靠近不了。10万人一起晋升所带来的能量聚集在一起，彻底搅动了这一片天地的风雨。眼看天空上隐约有异象即将出现，陆渊还未开口，李三刀便一挥手，将天上所有异象全部隐藏。陆渊微微一笑，不错，看来这个李三刀还是低调的嘛，竟然能主动出手隐藏异象。陆渊可不希望这异象会把一些麻烦给惹来，闷声发大财才是硬道理。整个晋升整整持续了1刻钟才停歇。良久，当最后一个人稳定自己晋升的气息，所有人的境界总算完全提升完毕。陆渊打开龙骑军的信息面板，整个大雪龙骑军完全升了1个等级。只见面板上，原本武士巅峰的普通骑军直接成了大武士巅峰，百夫长从大武士巅峰成了武王巅峰，千夫长从武王巅峰成了武皇巅峰，校尉从武皇巅峰成了武宗巅峰，偏将从武宗巅峰成了半圣巅峰，统帅从半圣巅峰成了武圣巅峰，并且在装备方面，龙骑军也有了一个长足的提升，金铁玄甲直接换成了富勒魔的玄铁玄甲，就连坐骑也从日行万里的汗血宝马换成了日行10万里的一种妖马。为何元左宗只达到了武圣巅峰，而不是半地境界呢？陆渊看着元左宗的修为，稍稍有些疑惑。陆渊原本期望的是元左宗会像圣级奖励时的半圣一样，这次地级境界也应该达到半地，但是没想到仅仅只是武圣而已。虽然是武圣巅峰，但却比半地差了不止1个档次啊！基于龙骑军庞大基数，能量分配只支持统帅达到武圣巅峰修为。若宿主想获得半地，亦或真正武帝，单抽1人或者人数较少的势力，则可以达到。听到系统的解释，陆渊随即也释然了。也是，那10万龙骑军也不是气球吹的，可个个都是精锐。陆渊有点可惜，若那提升卡给隐卫用了，岂不是就真的能催生出一位半帝甚至武帝来了？末将元左宗，多谢主上赏赐。调整好状态，修为达到武圣境界的元左宗立马跪在地上，脸上满满的都是激动。大雪龙骑军，多谢主上赏赐。旁边10万龙骑军同样激动的声音响彻在天空之上，他们都知道这都是陆渊赐予的。好，不错。看着眼前气势猛然一变的大雪龙骑军，陆渊眼中闪过了一抹欣喜。这升级卡简直太值了！更让陆渊满意的一点是，这升级卡不仅让龙骑军的境界得到了提升，甚至之前损失的部队也贴心的全都给补齐了。龙骑军再次回到了满编10万人的状态。好强大，不愧是大雪龙骑军。没错，他们的实力明显比之前又提升了很多。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看向那些雪龙骑军的眼神都变得炽热无比。他们都是陆渊的麾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龙骑军变强了，他们自然也都高兴，真是期待下一次地级抽奖了。陆渊嘴角微微翘起，心里一阵热切。一想到前方问剑宗还有大量的气运值在等着自己，陆渊就有些等不及了。他可是迫不及待的想再次凑齐一次地级抽奖。元左宗，检验你们龙骑军实力的时候到了。诺，全凭主上吩咐。元左宗轰然应诺。陆渊看向了元左宗，随后下令道：你我率领龙骑军先行一步直击问剑宗，隐卫与一众半圣级别的高手一同前行，作为侧翼，此战必须拿下。陆渊威严的看向众人，问剑宗数百武宗之上的高手已经被李三刀斩灭，对方肯定元气大伤。相比之下，龙骑军的实力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踏灭一个问剑宗应该轻而易举吧？诺，末将得令。元左宗一脸庄重的大吼道：现在龙骑军战力飙升，他也想检验一下如今龙骑军的实力，更何况主上如此大恩，不拿下问剑宗，又有何脸面再见主上？最后，陆渊看向了县阵营高顺，高顺，你就率领县阵营紧随其后，作为后军吧。诺。高顺满脸苦笑的应了下来。看来这次应该又没他们县阵营什么事了。不过高顺也知道，如今龙骑军经过了升级，速度再次得到了提升，县阵营一群重甲步兵，这下是彻底跟不上了。此时，问剑宗长生殿内，看着哗啦啦成片碎裂的命牌，长生殿内的看守弟子下巴直接吓脱臼，连滚带爬的跑出去，找到门外正在喝酒的执事。阿巴阿巴阿巴，这名弟子连说带比划，那执事愣是一句都没听懂。你在什么？敢打扰劳资喝酒，信不信我把你头给锤掉？酒蒙子执事不满地嚷嚷起来。见沟通无效，看守弟子直接硬拉着执事进了长生殿。阿爸，见到满地命牌的碎片，执事的酒醉一下就吓醒了。命牌碎裂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他这位专门看守命牌的执事更清楚，那都是命牌对应的强者陨落了。而如今他粗略一看，命牌就碎了数百了，其中甚至还有数位半圣级别的长老。天要塌了！执事连滚带爬，惶恐地朝着问剑宗主峰跑了过去。不久后，凌云峰带着剩下的10几位半圣长老赶到了此处，见到碎裂一地的命牌，众人哗然，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长老他们的命牌竟然全碎了，而且命牌碎裂的都是武宗之上修为的强者。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连损失了这么多的强者，纵使他们问剑宗底蕴深厚，也无疑元气大伤。一些围观过来的弟子悄悄看向了凌云峰的脸色，只见此刻凌云峰的脸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众人沉默中，凌云峰率先开口，将之前的情况阴沉着脸说了出来。之前我和大长老他们使用通讯令牌通话，对方说遇到了陆渊大军，而后通讯就突然中断，不管我再怎么联系，对方都再无反应。周围其他的长老听到凌云峰的话，皆是议论纷纷。既然失联前遇到了陆渊大军，那这一切必然是陆渊大军所为。
而且陆渊大军好像也有那个实力，否则完全不好解释这一切的发生。可虽然有那个实力，但也不至于让大长老他们连消息都来不及传回来。众人皆是陷入了一团疑惑中。大长老他们可是数百武宗之上的强者，在大周这片土地上，谁能悄无声息地将这么庞大的力量覆灭？除非武圣强者亲至。然而，根据情报表明，陆渊军中顶天了就是一群半圣罢了，哪来的武圣强者？难道是突然遇到了其他什么意外情况？各位，大长老他们失联一事暂且不提，现在还有一个坏消息。凌云峰环视众人，阴沉脸道：“此时此刻，陆渊大军正朝我凌云宗宗门而来。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率兵前来进攻我问剑宗，而我们宗门与北阳城相距不远，估计陆渊大军不日则到。”凌云峰的话顿时在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喧哗，众弟子先是不敢置信，随后便是一阵恼怒：“什么？陆渊那个废物竟然还敢来攻打我们问剑宗？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那个陆渊是疯了吧？他确定不是鸡蛋碰石头？陆渊要是敢来，我直接把他的头给抿下来。”此时，除了一些高层长老外，众问剑宗弟子对陆渊的印象都还停留在之前是个废物世子的消息层面。当听到陆渊竟然敢来攻打他们问剑宗，不少问剑宗弟子甚至都气笑了。陆渊废物之名可不仅仅声传北域，而是整个大周都知道家喻户晓的。而如今，一个废物竟然还敢来攻打他们大周第一大宗，不是发疯是什么？然而相比于那些义愤填膺的弟子，那些早已知晓内幕的长老却都满脸凝重。他们当然知道现在陆渊的实力。实话说，虽然他们问剑宗实力也很强，光是弟子都有10万，完全不惧陆渊大军，可不惧归不惧，若是他们真的和陆渊大军对上，他们问剑宗肯定也会有所折损。届时，他们大周第一大宗的地位还能保住吗？宗主，不少长老都是将目光看向了凌云峰。对于众长老的顾虑，凌云峰之前自然也是想到了的，因此他之前才会让大长老他们赶快返回问剑宗。众位别急，到时候我自然会出手。凌云峰叹了一口气，要想避免最后两败俱伤的结果发生，他这位武圣宗主势必要出手了。虽然他一人不能解决掉陆渊10万大军，但别忘了，他们问剑宗身为大周第一大宗，门下还有10万弟子，半圣级别的长老都还有10几位。听到凌云峰的允诺，众长老眼中的疑虑这才打消，有他们这位圣境宗主出手，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好了，宗主，各位长老，宗门处突然出现了一支大军，他们声称是镇北王陆渊麾下，前来攻伐我们问剑宗。这时，一名弟子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说：“曹操道，这陆渊来得好快。”凌云峰瞳孔顿时一缩，冷声道：“大长老等人命牌碎裂之事，先暂时放到一边，稍后再严查。现在命令各大执事召集所有弟子，准备迎敌。众长老先行与我下山，迎一迎这陆渊。”是。凌云峰有条不紊的下令，众人随即都是忙碌起来。宗主，咱们要不要唤醒老祖宗？这时，一名长老犹豫着向凌云峰问道：“陆渊之前的战绩实在是太豪华了，这让这位长老有些心慌。”凌云峰淡淡瞥了这位长老一眼，老祖300年前达到武圣极限，闭关寻求突破机缘，现在300年过去了，还毫无动静，谁也不知道老祖是否成功与否。若是因为这点小事去打扰老祖，万一扰乱老祖突破机缘，你我皆是问剑宗的千古罪人。在凌云峰逼迫式的目光下，那长老冷汗连连：“是我唐突了。”凌云峰的话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去唤醒闭关的老祖。问剑宗拥有老祖的事，并不是一个秘密，毕竟哪家超然大宗没有1-2个老祖呢？问剑宗地处凉州西北的一处山脉，依托山脉建立宗门。此时，陆渊已经带着龙骑军来到了问剑宗山下宗门处。你等着，我们掌门马上就来。门口处的2个守门弟子色厉内荏地对着上前的陆渊警告道，其手中颤颤巍巍的长剑显得那么的可笑，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主上，不如我们现在就打上去吧。一旁的许褚等人早已饥渴难耐了，都跃跃欲试地准备好了武器。至于门前2个守门的弟子，则是被他们直接无视了。陆渊摇摇头道：“这种超然大宗，宗门都有护宗大阵，万一我们擅自进入宗门，对方开启大阵就不好处理。现在我们在山脚等对方宗门高手前来，届时我们将那些高手斩杀，再进入宗门就无所障碍了。就算有余孽再开启宗门大阵，但没有高手主持，大阵威力也大减，根本不足为惧。”陆渊早就令细雨查清了整个问剑宗的底细，因此对于怎样对付这种大宗，陆渊早就有所准备。闻言，众人恍然大悟：“嘿嘿，还是主上想的周到。废话，主上智诛在握，天下第一机敏，这点还想不出来吗？好了，别拍我马屁了，这都是我让细雨探寻到的情报。”陆渊笑骂道。这时，陆渊又悄悄喊来了李三刀和元左宗。陆渊沉吟了一下，对着李三刀和元左宗吩咐道：“根据消息，这个问剑宗宗主是一个武圣强者，等下你们先不要出手，等对面露面了，再直接出手偷袭，趁着对方没有防备时，直接给予致命一击。”陆渊眼中寒光一闪，自己身边拥有武圣的消息几乎没人知道，或者说知道的人都已经去见阎王爷了。而根据消息，问剑宗主凌云峰可是一位武圣级别的强者，甚至还有一位武圣巅峰的老祖正在闭关。为了稳妥起见，等对面圣境宗主露面，让李三刀和元左宗打他个出其不意，2位武圣一起出手偷袭，先解决掉一个威胁再说，然后剩下的一个就不足为虑。是，好的，主上。闻言，李三刀和元左宗2人点点头。虽然偷袭这个行为有些不耻，但胜者为王，到了这个时候，可不能再要求年轻人讲武德了。没多久，凌云峰便率领问剑宗一众长老来到了山脚宗门，看着自家掌门来了，看门的那2个看门弟子又恢复了嚣张，手也不抖了，腰板也挺直了，气势一下就上来了。陆渊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竟敢来我问剑宗撒野？
现在跪下给爷爷们磕个头认个错，兴许我们还能放你一马。两个看门弟子满脸的嚣张，好像刚才吓得战战兢兢的不是他们两人一样。听到两人狗仗人势的辱骂，陆渊手下众人一下就怒了。骂他们可以，兴许他们还可以忍，但骂陆渊绝对是触碰到了他们的逆鳞，找死！许褚眼中寒光一闪，势大力沉的一刀就向那两个嘴贱的看门弟子劈去。然而许褚刀芒还没落下，有人的动作却比他更快。只见那看门弟子的影子中忽然冒出了一个角敏的身影。死吧！尹墨举着匕首，满脸淡漠，但仔细观察，仍能看到尹墨眼底深处的愤怒。噗嗤，锋利的匕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了两个弟子的胸口，一刀双杀。怎么可能？感受到胸口的痛楚，那两个弟子瞪大了眼睛。明明自家圣境掌门都来了，为什么对方还敢动手杀自己啊？鲜血溢了出来，浸湿了衣衫。这两个弟子的心中也升起浓浓的悔意。早知道如此，自己就不嘴贱了。大胆！凌云峰当即震怒起来，自己来了，对方竟然还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动杀手，这让其他问剑宗弟子看到了，自己脸面还往哪搁？一声怒斥，凌云峰手中灵气开始聚集，无比恐怖的气息渐渐升腾起来。尹墨淡淡看了凌云峰一眼，察觉到对方的修为，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不可力敌。尹墨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在凌云峰动手之前，瞬间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经从陆渊脚下的影子冒了出来，然后站在了陆渊的身边。影术不仅利于进攻，而且用于逃跑也是一个神技。见着尹墨逃脱，凌云峰顿时冷哼一声，从自己手下逃脱，这让凌云峰非常没有面子。但人都跑了，他也没能耐冲进陆渊大军，硬生生把尹墨斩杀。凌云峰眼睛一眯，看向陆渊喝问道：“对面想必就是镇北王陆渊了吧？”陆王爷大张旗鼓地率兵前来我问剑宗，究竟意欲何为？听到凌云峰好似什么都不知道似的，陆渊轻笑一声，眼底闪过一丝的鄙夷。这些土著真是有趣，都喜欢又当又立的，明明什么都清楚，但都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林宗主，既然我大军来了，那就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吧？你做的那些勾当，我可都是清楚的。陆渊冷笑道：“你都决定对我动手了，我还不能来讨伐你问剑宗？”凌云峰见着自己老底被陆渊捅破，老脸上也没有丝毫害臊，反正到了他这种年纪，脸皮已经足够厚了。想起了大长老等人命牌碎裂之事，凌云峰阴沉着脸，向着陆渊逼问道：“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们问剑宗大长老及300高手在失踪之前遇见过你们大军，现在他们了无音讯。我且问你，是不是你干的？”凌云峰目光灼灼地看向了陆渊，好像要从陆渊的反应上看出些什么。闻言，陆渊目光不由一闪，这老不死的，难道知道李三刀出手将那300问剑宗高手镇杀之事了？但陆渊转念一想，却又不可能。呵呵，既然他是疑问，那就说明他也不能肯定是我干的。只要我死不承认，他也无所对证。陆渊心中冷笑，估计这老东西还不知道那群人的死因，更不知道自己手下还有武圣级别的强者存在。既然自己要示弱，那么就绝不能将李三刀这个底牌暴露出去。为了不让凌云峰起疑心，陆渊淡淡道：“你们问剑宗人失踪，管我何事？反正我是没见到过。兴许是乱入了什么刚刚开启的遗迹中，那也说不定。”对于这点，陆渊并没有信口拈来，而是得有所考证的。这片大陆拥有无数年的历史，出现过无数的强者，甚至涌现过5帝之上的存在。自然，一些强者陨落之后，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经常会出现一些史前遗迹。遗迹里机遇和危机并存，有可能一步登天，获得某个大帝的传承，也有可能拥抱死亡，直接去阎王爷那里报道。